新上人。师傅，你别乱说。师傅，这位是景王。又向叶玄锦介绍，这是我师傅算了，你就叫她王母娘娘吧。别听他们的，惯爱取笑我，叫我老秦就行了。王母娘娘，今日之事有众多误会，为表歉意，本王明日在府中设宴，请你还有石冕一起。那就提前感谢景王殿下招待了。石冕，我们走。待他俩走后，周围恢复了安静。慕幽月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景王殿下，偷换我的信，这是闹哪儿一出啊？本王好心替你把关男人，有错吗？幼稚无聊。说罢转身准备回府，叶玄锦却拉住他的衣袖。本王有话跟你说。慕幽月看向他，似乎在等他说。四目相对，叶玄锦抿着薄唇，忽然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就在这时，噼里啪啦的声音在附近响起。先前那堵被竹叶嵌入的围墙，裂缝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直到最后整堵墙都散架了。来人，有刺客！突如其来的动静让叶玄锦和慕幽月都反应有些慢。待两人反应过来时，穆家的侍卫已经跑出来。当看清墙外的人后，先是一愣，而后重新跑了回去，嘴里大喊：快去禀报相爷，锦王砸了我们府的后墙！你先回去吧，快走吧，有什么话过几天再说。这当真是那大奸臣干的？回禀相爷，小的刚刚听到动静跑过来的时候，的确是见到锦王在这里。可恶，这个混小子，如今都敢这般挑衅我了。我的刀呢？爹，你先冷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哪来的误会？证据都在这里。小四，你们大理寺管不管这个事情？这事儿吧，属于生活琐事，一般由京兆尹府管。那不行，别以为我不知道，裴彦之那小子是大奸臣的人。罢了，我亲自去一趟景王府，我倒是要问问，这墙哪里得罪他了？穆相说罢，往大门的方向走。我得去看看，别一会儿，爹被景王府的侍卫抬出来了。穆景玉醒了醒神，追了上去。穆舒言也感觉不妙，跟了上去。悠悠，怎么回事啊？你们在后院打架吗？差不多吧，不过这墙的确是叶巡警干的，该赔还得赔。深夜里，穆相风风火火地走向景王府。丞相大人，您来了。叶玄锦呢？殿下刚回府呢，这会儿在后院。带路。爹，一会儿有话好好说啊，万一真有误会呢？叶玄锦，穆丞相，今晚真是抱歉，本王奉皇命捉拿天瑶国的奸细，奈何贼人狡猾，交手时一不小心失手误伤了相府的后墙。本王方才已经命人明日一早便去修相府的墙。是吗？天瑶国奸细，那抓到了吗？相爷，属下之前好像是看到锦王当时身边还站着个人影，似乎还是个女奸细。你不早说。原来是这样啊！锦王既然有公务在身，那我们自然也能理解。误会一场，大家说开了就好了。我爹也不是不讲理的人，是吧，爹？是啊，身为宣朝臣子，自然是把宣朝的安危放在第一位。今日多有叨扰了。穆相客气了，是本王有错在先。哪里。当穆家一行人出了锦王府后，穆相感觉在做梦一样，伸手掐了一把穆景玉的手臂。疼！看来不是在做梦了。这大奸臣今晚是不是吃错药了？怎么突然转性了？二哥早叫你冷静了，你非是不听。再说了，你呛我干嘛？不能呛你自己吗？我偏好反应慢。看来景王真的很在乎你啊，对你的家人都好声好气的。他那是做贼心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们两个就继续自欺欺人吧。一日天还未亮，锦王府便来了一大堆的人，
开始帮穆家修墙。云清刚刚来过了，说是景王提醒你，别忘了今日的午宴。此时景王府的后门，香香啊，姨娘今日可是下了血本了，听说景王在府中设宴款待贵客。金氏带着梨香出现在角落里。可是景王设宴没有邀请，我根本进不去啊。姨娘当然是给你做好准备了，早上景王府的侍女出府采购，姨娘找人把她拦下了，一会儿你换上她的衣服混进景王府。还有这个香包，你记得带在身上，里面可是好东西，有了它，全天下任何一个男人都拒绝不了你。姨娘，谢谢您。好孩子，快去吧，姨娘也不舍得你远嫁呢。前厅，王母娘娘，请。又看了眼石冕，请。两人入座后，王母娘娘打趣地笑道：“我说了，景王叫我老秦就好。王母娘娘这个称呼呀，是那小兔崽子专门用来调侃我的。她是仙女，你是王母，挺好。那小兔崽子今日不来吗？”叶玄锦表示不知。真是的，八成又睡过头了。这丫头呀，一到晚上就精神，白天就犯困，偏爱和人反着来。这时云清带着穆幽月进来了。师父，师兄。先朝师父和师兄问好后，才闲闲地看了眼叶玄锦。景王见自己被摆在师兄后面，叶玄锦瞟了他一眼，喝了口茶水，没搭理他。殿下知道昨晚穆小姐没有休息好，这是特意为你准备的。云清，他怎么知道你昨晚没休息好？你们后来干嘛了？师父，你别瞎想。我也没说什么呀，是你自己想歪了吧？穆幽月默默地喝了口茶，一口下去，有些被烫到，吐了吐舌头。王母娘娘见状，伸手捏了捏茶杯，刹那间，一杯滚烫的茶水凉了一半。这一幕显然没躲过叶玄锦的眼睛，几乎是一瞬间就猜到了王母娘娘的身份。如今朝中局势动荡，魏太后一手遮天，连本王也无力对抗。听闻穆相已经私下与昆王结盟，本王今日请穆小姐来，想请穆小姐帮着本王牵线。景王殿下既然开口了，臣女也必定做这个人情。识时务者为俊杰，往后我们都是昆王殿下的人了。两人四目相对，遥遥举杯，一旁的梨香整个人都傻了。他竟然不知景王竟然斗不过魏太后，还如此低三下四的求穆幽月搭线。今日本王特意单独设宴，还请穆小姐对此事保密。臣女明白。两人又随意地聊了几句，内容大多是和昆王有关。听闻昆王妃近日都在太后娘娘那里安胎，这一胎如此慎重，想必定是个男胎了。兴许吧。梨香到最后已经听不下去了，趁着又一波侍女进来，趁乱跑了出去。梨香迅速离开了景王府。唉，那股香味总算是散得差不多了。穆小姐，戏演得不错。彼此彼此。午后，穆幽月便和王母娘娘他们一起走了，偶尔还会含笑对着石冕说几句话。面对石冕，他很是自然和熟人。虽然之前的误会已经说清楚，可叶玄锦看到这一幕依旧不悦。叶玄锦敛了敛视线，遮住眸底闪过的寒芒。一整个下午，叶玄锦独自一人静坐在竹林里，双眸放空，满脑都是他的仙气娇甜，他的生动灵巧，无数的他在他脑海里相交辉映。许久，叶玄锦闭了闭双眼，悠悠地叹了口气，再度睁眼时，深幽的眸底光影闪烁。叶玄锦低低地笑出声来，既然无法阻挠自己这颗不受控制的心，那不如将它占为己有。夕阳西下，叶玄锦望着远处的斜阳，心里的阴沉散去，整个人忽然轻松起来，又自嘲地笑了笑。叶玄锦，你也有今天。云清，去帮本王办一些事情。穆相上早朝回来，福伯就迎了上来，面露难色。老爷，怎么了？方才景王殿下
命人送了很多东西过来。木香皱了皱眉，加快脚步往里走去。只见整个大堂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锦盒，连个落脚的地方都快没有了。这什么意思啊？殿下先前毁坏了相爷府中的后墙，虽已经派人来修，可闹出这样的动静，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于是特意给相爷还有几位公子以及穆小姐都分别准备了一些礼物，还请各位笑纳。这么多东西未免太夸张了一些，景王是不是弄错了数目？就是，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来下聘了。你把东西带回去吧，我们不要。木相一挥手表示一样都不要。再说了，事出反常必有妖，谁知道这大奸臣安的什么心思，别过几天给他扣了个受贿的名头。不行，不能要。相爷，你行行好吧，这是殿下的一番心意，如果属下今天没办到的话，属下就会被逐出晋王府了，属下再也不想回去过喂猪的生活了。爹，既然晋王一番好意，那我们就不如先收下吧。是啊，那就这样吧。这2个最大的是给相爷的，这2个是给大公子准备的，等他回朝可以拿给他。这2个是穆2少的，这2个是穆3少的，这2个是穆4少的，最后这一个是给穆小姐的。云清分完东西后，留下一脸懵逼的穆家人，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了穆家。我来看看都是些什么。逐一开箱，当开出一大堆名贵的他都说不上来的珍宝时，穆景玉心中暗想：景王这是贪了多少啊？这么多东西初步估算一下，怎么也有个几千万两银子吧？太夸张了吧！最后只有穆幽月手里的小锦盒还没打开。当穆相看见甜甜只拿了个最小的小锦盒后，有些来气了。他什么意思啊？看不起我们家甜甜吗？穆幽月拿着锦盒，轻的没什么分量，总觉得是叶玄锦的恶作剧，里面估计什么也没放，但私心又只想自己偷偷打开看。我有点困，先回去了。晋王府，殿下，东西都送到了，亲自交到他手里了。这时云蝶也从京兆尹府回来了。殿下，事情都办妥了。不错。丞相府，我刚出去转了一圈，据说今晚是城内的花灯节，大街小巷都在布置呢，还有很多卖花灯的。花灯节？今年的花灯节不是早就过了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是看到京兆尹府的人贴了告示出来的，还让百姓们今晚出行都小心一点，注意自身安全呢。不过花灯节一定很热闹，还有好多吃的，我们一起去看看。也不是不行，那就一起去吧。那我一会儿去换件漂亮的衣服，还有今晚这个疤也不贴了，太丑了。悠悠，你也换一件衣服，晚上我们一起去放花灯。穆幽月刚梳妆完毕，窗边竟然飞来了一只信鸽，摘下信鸽脚上的字条，熟悉的字迹写在上面：虚实花间小院。天黑后，整条皇城大街放眼望去，流光溢彩。悠悠，你吃这个好吃。穆幽月接过他手里的吃的，刚吃一口，余光就遇到一个熟悉的人，准确来说是2个。我去前面看看。啊，我也去。这么多人，没意思。算了，回府吧。刚一转身，一个踉跄的身影扑了他满怀，鼻尖传来一股浓郁的脂粉味。谁啊？眼睛瞎了吗？宣坤气得推了怀里的人一把，待对方勉强站定，又仔细看了眼。哟，黎香啊！是坤王殿下，刚刚臣女脚崴了，不小心撞到你。坤王殿下今晚是一个人吗？怎么，今晚想陪着本王？可以啊。穆幽月和叶露言目睹了全程。那女的不是黎家那个吗？她怎么勾引宣坤啊？走，我们跟上去看看。2人一同前进客栈里。此时坐落在醉心湖中央的花间小院，四周都被精致布置了一番。
叶玄锦已经在这里坐了1个多时辰了，然而此时虚实已过，也不见他想要的人过来。叶玄锦今晚特意安排的这一切，为的就是哄小怪物高兴，也想借机探一探他的心思。之前已经消磨太多的时光了，如今他不想再这样浪费下去了。须臾，他起身。客栈内，坤王殿下，坤王殿下。黎香难以置信，这么关键的时刻，宣坤竟然睡着了。屋顶上，慕幽月和叶露言趴在那里，扒开一条缝看着。就睡着了？哎，什么嘛，这时候也能睡着，这个坤王是不是不行啊？哎，快看，黎家来人了。两人往楼下看去，果然见到人群里黎瑞贤以及黎启安脚步匆匆地往客栈里面走。趁着他们上楼时，慕幽月指尖银针一出，扎向了宣坤露在外面的手臂。疼！坤王殿下，那你哭个屁呀你！到底怎么回事啊？本王怎么会和你在这儿啊？坤王殿下不记得了吗？是你强行拉着我来这里的，我百般推脱，但毕竟是个弱女子，根本推脱不掉。什么玩意儿？我拉着你。你们先穿好衣服。说罢走了出去。不一会儿，待黎香和宣坤穿好衣服后，房门被打开，黎香还在哭。坤王殿下，臣女的清白都给了你，你不会不认账吧？你能不能别哭了？就你一个人委屈是吧？可明明是你强行对我这般的呀！事已至此，坤王打算给我黎家一个交代。黎老将军想要些什么？自古以来，女子最重名誉，我们香香还未婚配，如今没了名节，自然是要坤王殿下负责的。但黎府之女向来不给人作配，微臣要的很简单，只要坤王殿下以正妃名义娶了香香，此事便到此为止了。什么正妃呀？本王已经有了正妃了，你们不知道吗？如今朝中局势混乱，陆永会已死，陆家也帮不上坤王什么忙了。但你与我黎家联姻，我黎家往后将会是坤王殿下的后盾。坤王殿下，你且仔细斟酌斟酌吧。若明日午时前我没有听到你的回应，那么这件事儿，我们黎家不会善罢甘休的。黎瑞贤，好大的胆子！你敢威胁本王？本王今天就放话在这儿，黎香要么做侧妃，要么就自己接受这个后果。威胁本王？你当本王吓大的？哼！香香原本已经被安排嫁给北安国国君，如今清白被毁，本王既然不愿意负责，那么只得请你去向北安国那边解释了。待本王明日先去请示母后。那么就等坤王殿下的好消息了。屋顶上，目睹了全部经过的慕幽月和叶露言，两人莫名都有些同情宣坤。真是开心的一天。我不开心。一道鬼魅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慕幽月吓了一跳，回眸便见叶玄锦不知何时站在他的身后，这会儿正一脸不高兴地看着他。见到叶玄锦，慕幽月这才想起他的邀约，这会儿虚实早就过去好久了吧？你们慢聊，我下去买花灯了。怎么，宣坤比我好看吗？你找我干嘛呀？没事就不能找你了。我也不是那个意思。那现在还要去花间小院吗？不去了，没兴致。叶玄锦做事就要走，慕幽月见人怎么又变脸了，坐在原地撑着下巴看着他的背影没动。叶玄锦到底还是没走，又折了回来，俯身在他身边坐下。你送我的地图和钥匙是什么？也没什么，就是我全部的家当而已。然后呢？然后
叶玄锦拉长尾音，侧眸看向他的双眼，视线慢慢落到他嫣红的唇上。他慢慢靠近，慕幽月下意识的身子往后仰。最后，叶玄锦轻笑出声，缱绻中带着一丝缠绵的嗓音在慕幽月的耳畔响起：“家当都给你了，还剩一个我，甜甜要不要也一起收了？”空中这时炸开无数道烟花，绽放在这个绚丽的夜晚。慕幽月莫名被这话惊得心跳加速了一下，目光定格在叶玄锦的脸上。半晌，他伸出手摸了摸叶玄锦的额头，在确定他没有发烧后，慕幽月别开眼：“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需要我罩着你？”“的确遇到一些麻烦。那么，甜甜罩着我一辈子吗？”“你好好说话行不行啊？”对于慕幽月的一系列反应，叶玄锦皱皱眉。他难道表现的还不明显吗？还是小怪物故意装傻？许久，叶玄锦抬眸望着夜空，对月长叹一声，突然还挺羡慕那2头狼的。走了。慕幽月起身下了屋顶，叶玄锦坐在原地，看着他的身影混入人群，目光紧紧地盯着他。在意识到自己的心意后，对他的感觉突然变得凶猛又热烈，整颗心都被牢牢地蛊惑。“主人，大晚上干啥？”“就是有几个头大的问题，想要你们帮忙分析一下。”“脑力活呀，我最会了。”“就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和一个男的平时差不多也就是合作关系吧。今天那个男的突然送他一把钥匙，说是他的全部家当，你们说这男的什么意思？”“这不明白吗？这男的喜欢你那个朋友。”“不会吧？他平时对我朋友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喜欢的样子啊。”“我觉得这个事情不简单，一定有诈的。”“也有可能这个男的犯了大事情，要被判死刑了噻。”“胡扯！我敢打包票，这个男的一定暗恋你朋友好久了，现在指不定是受了啥刺激，突然脑子开窍了，才突然送你朋友一把钥匙，想牢牢锁住他的心了啦，真的太浪漫了吼！他刚表白直接给出全部身家，想想那场面，我要是你朋友，我铁定当场小心脏扑通扑通的狂跳。”慕幽月摸了摸心口，忽然感觉被内涵到了。“那男的和你你朋友说喜欢他了吗？”“没有。”“那这件事现在还不好说。是你朋友，要不再观察一下吧。这种事情还得挑明了才能说得清啊。”双回幽灵后，慕幽月一夜没睡。“穆小姐，皇上有请。”御书房。“叔叔，最近怎么样？是否有头疼的事情？”“的确是有那么一点头疼。”“说来听听。”“可能是我年纪太小吧，总觉得那些大臣和我特别有距离感。”“这的确是你的问题。”“那我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没做好啊？”“作为君主，不够体贴臣子。”“啊，体贴？当皇帝还要体贴臣子吗？”“好多臣子，包括家眷，至今没有婚配。皇上不打算做主吗？”“原来如此啊，那先给谁配呢？”“轩宇，你想要个婶婶吗？”“好嘞。叔叔想成亲了吗？”“难道不可以吗？”“轩宇坐在椅子上晃了晃小腿，随手拿起一本奏折。“那个，我先看奏折，今天奏折很多呢。”这时文霄进来。“殿下，太后那边。”叶玄锦看了眼轩宇，随后起身走了出去。在叶玄锦走后，轩宇放下手里的奏折，很是为难地抓了抓脑袋。怎么办呢？他一直很希望姐姐可以和叔叔在一起呢，可是现在叔叔着急要娶妻了，姐姐怎么办呢？他记得叔叔之前说过要娶宣朝名声最差的女人，那姐姐肯定没戏了，毕竟姐姐的名声那么好，
叔叔不会真的看上天牢里的哪个女囚犯了吧？啊！皇上，姐姐，你来啦，我好想你啊！我们等等去放风筝好不好？皇上现在很忙吗？奏折算什么呀？就是我现在遇到一个很头大的事儿。什么事情啊？是关于叔叔的。他怎么了？姐姐还记得之前叔叔说要娶宣朝名声最差的女人吗？然后呢？然后叔叔现在可能真的喜欢上一个女囚犯了，他还想和那个女囚犯成婚呢。啊？女囚犯？他和你说的？没有和我说明，但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了。虽然我一直希望叔叔可以和姐姐在一起，但是姐姐名声那么好，肯定不是叔叔喜欢的类型。轩宇唉声叹气地说着，说完见穆幽月脸色不太好，又安慰道：姐姐，你别难过，叔叔刚才还说要让朕多体贴体贴臣子呢。等我看完奏折，我去看看还有谁家的少爷没成婚，到时候给姐姐安排一个最好的。这个倒也不必。女囚犯，叶玄景口味这么重的吗？太后的宫殿。母后，你带个面纱干什么？无事不登三宝殿，你来有何事啊？母后，你这话说的。母后，儿臣想娶梨香为妻。你说什么？就昨夜花灯会，儿臣可能喝得多了一点，就和梨香有了夫妻之实。人家毕竟是个黄花闺女，又是梨家嫡女，儿臣也不能不认账啊。哀家不是早就告诫过你不要离离家的人太近，你竟然还和梨香做出那种事情，哀家不同意。母后，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梨家那边现在也盯着儿臣，而且他们不愿意让梨香做侧妃，还要正妃的位置。唉，陆妙龄如今怀有身孕，那你准备怎么安置她？她呀，儿臣想了想，毕竟快4年的夫妻了，虽然娘家倒了，但现在怀了孕，休了也不好。就让她做侧妃吧。也好。那魏太后正说着，偏殿的门被人用力的撞开。殿下，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我为你尝尽苦头，你现在怎么能如此狠心？你胡咧咧什么呢？本王好吃好喝的供着你，什么时候让你吃苦头了？陆妙龄，你别不识好歹啊！哦，黎家的人向来狡猾，梨香留在殿下身边一定是个隐患，这肯定是穆幽月的阴谋，他想引狼入室，他想要害孔王殿下。陆妙龄，你差不多得了，本王和梨香有了肌肤之亲，势必要给他一个交代。人家堂堂李府嫡女，做个侧妃也不像样啊！你还是识趣点吧。如若你们今日执意如此，那我便死在这儿。我死了，母后也不好过吧？怎么，你是在威胁哀家吗？陆妙龄，你好大的胆子！真以为没了你，就没人给本王生孩子了吗？你们大可试试。哀家这辈子最痛恨被人威胁，你既然想死，那么哀家便不拦着，你动手吧。母后，是我错了，儿臣对孔王殿下一片痴心，实在是气不过才做出此举。说罢，又爬到宣坤的身边。殿下，你不能对我如此狠心呢。够了，哀家同意你和梨香的婚事了，至于大婚细节，你自己与梨家协商。哀家一会儿便去找皇帝，让他下旨，往后梨香便是你的正妃。至于陆妙龄，德行有亏，亦是不配做你的侧妃，贬为侍妾吧。侍妾？不，我不要做侍妾。这里已经没有你说话的份儿了。你还是安分点吧。宣坤走后，废物，还敢威胁哀家！你给我记住了，你若是想活，就好好的服从哀家，否则哀家有的是办法让你活得生不如死。是，母后。你既已是个侍妾，便也没有资格喊哀家母后了。往后
得尊称哀家一声太后娘娘。是，太后娘娘。嫂子，好久没见你了。哎，你的脸怎么了？我没事。公主最近还好吗？好什么呀，天天被禁足在此，闷死了。原来是这样啊，难怪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啊，算了，公主还是不要知道为好。如今慕幽月在外混得风生水起，根本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慕幽月，她干什么了？公主，我虽是你嫂子，可我们年龄相仿，我一直都是把你当亲妹妹来看的。我今日也是实在看不下去了，才来找你的。你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哎呀，你快说呀！世人皆知公主对景王殿下一片痴心，可那个慕幽月实在大胆，明知如此，竟然还私下勾搭景王。近来他们二人走得很近，再这么下去，景王恐怕就要被慕幽月那个狐妹子给勾搭走了。这个慕幽月着实不把公主放在眼里，现在外头的人背地里都在笑话公主呢。好啊，这个贱人果然长本事了，连本公主的男人都敢抢。真以为本公主禁足在此就没办法教训她了吗？宣柔说着便要往外走，陆妙玲拉住她。公主，你要去哪儿？你还是别去了吧。如今景王殿下对她很是呵护，你斗不过他的。我一个公主还怕她一个丞相之女不成？慕幽月，你就是凭这副狐媚样勾引男人吗？本公主听说你之前被人拐到了乡下，生活了10几年，想必定是一身的乡野粗鄙习气。就你一个乡野村妇，还敢和本公主抢景王哥哥，你配吗？话落，只见慕幽月依旧没什么表情，反而朝他身后看了看。宣柔下意识地回头看去，当见到身后站着的人后，面上刚刚露出一抹喜色，还未来得及开口，下一瞬只觉得身子忽然离地，宣柔如同一道抛物线一般，被人一脚踹进了御花园的荷花池内。怎么还对女人动手啊？我一个无恶不作的奸臣，踹人还分男女。不过他现在可不能死，否则正中了某些人的下怀。看着宣柔已经快要没力气挣扎，趁着还有最后一口气，慕幽月飞身来到了荷花池，抓起宣柔的手臂，将她带回岸边。景王哥哥，闭嘴！你也配这么叫本王？景王哥哥，我对你一片真心，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将我踹进荷花池呢？没办法，本王除了自家宝贝不舍得踹，其余的还真是不放在眼里。宣柔走后，叶玄锦依旧看着慕幽月，似乎想从她面上找到一些他想要的东西。慕幽月这会儿满脑都是轩宇的话，又被叶玄锦的目光看得不太自然，开口道：你的宝贝在哪里？天狼女球。天天，不许这么咒自己。饶是慕幽月对待感情再迟钝，此刻也不会听不懂叶玄锦的话。这不是一时兴起，更没有带着其他目的。天天，你是我此生唯一认定的女人，或许你觉得太过突然，但我会尊重你，给你时间适应我们新的关系。将心内的话说出后，叶玄锦仔细的勾唇。不过不管等多久，最后你一定都会是我的。叶玄锦，你让我想想。好。而后又道：听闻一个男子喜欢一个女子，都会先展开追求，这个过程甜甜也必须要有。轩宇批完奏折，赶着过来和慕幽月一起放风筝。姐姐，小奶包的声音打破了两人之间的暧昧气息。叔叔，我和姐姐要放风筝了，你也要一起吗？轩宇走过来牵住了慕幽月的手，叶玄锦视线从两人的手上扫过，伸手拍开轩宇的手。男女授受不亲，一会儿边跑边放线哦，不要太着急。好的，姐姐。什么情况啊？云清喝了口茶，长舒一口气。你看他们三个像不像一家三口啊？
我觉得像没有用，得让丞相大人来看看才行。从宫里出来后，叶玄锦打算送穆幽月回府，却被穆幽月拒绝了。不行，甜甜是害怕我们的关系被发现吗？哦，不对，如今只是我单相思而已。你还是多行善积德吧。说完，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叶玄锦的眼前。原来，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如此美妙。叶玄锦重新折回御书房，趁着轩宇在吃饭，从一旁抽出一卷新的奏折，提笔开始写了起来。不多时，满意的看了眼上面的内容，又在上面盖上了国印，而后心满意足的带着圣旨离开了御书房。穆幽月，你什么时候来的？你竟然还敢出现在本公主的面前，你是故意来炫耀的吗？魏太后手段凌厉，却不想生的女儿竟是个顶级蠢货。你说什么？你这个村姑，你……宣柔还想继续说下去，喉口已经被穆幽月掐住。穆幽月看着一脸惊恐的宣柔，现在知道怕了？你大胆！来人啊！给本公主杀了这个！话音未落，宣柔已经被穆幽月一掌劈晕。主人，你找我？你不是想再好好的当一回人吗？我给你这个机会，在魏太后彻底倒台前，以后你便是公主宣柔。哎呦妈呀！真的假的？你没有骗我吧？当然没骗你啊！这小胳膊小腿儿虽然脆弱一点，但我已经很满意了。加油，好好干！门外暗处，叶玄锦站在夜幕里，看着公主殿里面的情形，笑着摇了摇头。本想来割了宣柔那个狗东西的舌头，现在看来暂时不用了。甜甜依旧是那个不吃亏的甜甜。翌日朝堂上，魏御史上奏：天瑶国和梵谷国最近来往密切，北安国前段时间有意讨好，皇上不如利用北安国先去打压天瑶国和梵谷国。臣认为不妥。北安国乃我们宣朝的附属国，先前两国停止通商时，已被我们宣朝打压得一蹶不振，如今刚恢复通商，便去利用北安国，对方国君也不是傻子，太过心急，最后说不定反而会被摆上一道。话虽如此，但北安国实力雄厚，若不趁此机会，万一将来他们与其他两国联手，宣朝麻烦就大了。臣认为魏御史说的有理。李老将军说的对。本王认为丞相说的有理。有了叶玄锦开口，朝堂上突然都噤声了。你们继续。如今其余几国虎视眈眈，背地里小动作不断，宣朝若再不行动，恐怕会毁了百年基业。那按李老将军的意思，是想彻底斩草除根了。那行啊。叶玄锦转头看向轩宇，给李老将军封个镇国大元帅，让他即可带兵剿灭所有的附属国。李老将军，你觉得这个提议怎么样？魏御史，你觉得呢？魏御史之前被叶玄锦害得差点丢了长子的命，再也不敢开口。叶玄锦看向轩宇，继续。轩宇已经开始神游了，现在回过神，让蒋公公颁布黎香与宣坤婚事的旨意。下朝后，听闻相府后墙已经修理好了，丞相大人还满意吗？穆相又是皮笑肉不笑的点点头。那就好，这事儿实在是抱歉。哪里。叶玄锦出了宫，见今日天气不错，看着穆相坐上回府的马车，突然也好想去一趟穆府。云清，云蝶，属下在。去把穆相的马车拦一拦。老许，怎么回事？老爷，前面大街上有人撒钱呢。什么玩意儿？撒钱？
哪个傻缺整的呀？银子多的没地方花了。屋顶上，云蝶面无表情地撒了一把铜板。都记下来，一个铜板也不能遗漏，回头还得让殿下给咱们报呢。此时木相府，你怎么来了？叶玄锦走近，仔细端倪了他一眼。想你了。我爹快回来了，你还是先走吧。放心，他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啊？甜甜呢？今天想我了吗？叶玄锦低下头，手指轻轻地抚摸他耳畔的发丝，将他的发丝别到耳后，又从怀里拿出了一对弯月形状的耳坠，随后动作小心翼翼地将弯月耳坠戴到了穆幽月的耳朵上。果然很适合甜甜。叶玄锦满意地看了眼他耳朵上的耳坠，眸中尽是笑意。穆幽月感觉耳朵在渐渐地发烫，这一刻，穆幽月承认自己是动心的。叶玄锦满眼都是他，此刻一时有俯身亲吻他耳垂的冲动，可念头刚起，门外便响起了敲门声。小姐，糕点都准备好了。知道了，我要去见师傅。我陪你一起。师兄，给你们带了一些糕点，师傅不在家吗？师傅一早就出去了，还没回来。穆幽月会意，把糕点放下后，又欣赏了一下石碾的字。师兄的字越写越好了。你呢？近日可曾练字？穆幽月像是被老师抓包一般摇了摇头。石冕，为师今天收获颇深呢。话落，才见穆幽月和叶玄锦也来了。哟，你们也来了，是来我这里蹭饭的吗？师傅遇到什么好事了？说起这个，王母娘娘差点笑岔气。我和你们说啊，今天真是邪门了，也不知道哪个傻子啊在大街上撒钱，百姓们都跟着哄抢。虽说为师不差钱，可活了半辈子也没见过这种好事。你们看，我捡了一大堆呢。对了，为师刚刚好像看到你爹了，被人群挤得走不动路，后来就不知道去哪儿了。穆幽月听着听着，下意识地看了眼叶玄锦。叶玄锦回避了他的眼神儿。穆幽月总算明白先前叶玄锦那句你爹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是什么意思了，还真是下了血本了。在宅院里待了一下午，穆幽月和叶玄锦才离开。明日是我坐诊的日子，我不在家。好。叶玄锦挑眉，那再好不过了，那就明天见。爹，甜甜回来了呀？现在外面大街上怎么样了？人都散了吗？穆幽月点点头。那就好，今天可把我给累坏了，走了2条街去京兆尹府报官，又一路走回家。撒钱的人抓到了吗？不知道啊，估摸着是个傻子吧，抓了也是训斥几句就放了。此时刚从外面进来的穆兴泽突然冒出一句：我今天也捡了一些呢，刚好抵了一顿汤包钱。你个臭小子，这种钱你也敢捡？白捡的钱干嘛不要啊？我还希望这事儿多来几次呢。甜甜，下回还有这样的好事儿，二哥带你一起。好呀。啊，对了，有个事情忘记说了，后天是宣柔公主的生辰，今年是她的及笄之年，加上她又是先帝和魏太后的女儿，按照惯例，宫中上下要隆重操办的，到时候我们得去赴宴。爹，你一个人去不行吗？二哥，这样于理不合，我们还是一起去见证一下宣柔公主的及笄礼吧。你看看，还是甜甜懂事。你要坐在这里？今天给你打下手。说着主动开始磨墨。穆幽月嘴角微微一抽，便也由着他，让第一个病人先进来。第一个病人是个中年男人，从进门开始就不断的在咳嗽。穆幽月给他诊脉时，咳嗽声依旧不断，好几次口水都喷了出来。叶玄锦拿出一块干净的绢帕，沉声道：
把嘴捂住。穆幽月诊脉完，准备拿笔记录病情时，叶玄锦已先一步拿过纸笔。你说，还真是来打下手的。肺痨起病比较急，但好在来得早，属于早期，坚持服药即可。不过这病周期较长，需要坚持服药。记录一下药方。叶玄锦嗯了一声。等这些药吃完，记得再来找我复查。还有一点要记住，不要擅自篡改我的药方和用量，否则后果自负。听见没有？若是不听穆神医的话，本王扒了你的皮去喂狗。一句本王，中年男子这才认出了面前这位权倾朝野的大奸臣，吓得汗毛都竖了起来，赶紧消失在了诊间里。我的病人没病死，都要被你吓死了。我的字怎么样？是不是比石棉写得好？叶玄锦，你幼不幼稚？下次我教你练字。一早上看完3个病人，辛苦你了。就这样，我请你吃饭吧。好。皇宫里开始宣布宣柔集集礼的事宜。母后，你真是好棒棒哦！好了，集集礼当日需要你表演一段雀羽丹青舞，这段舞你自幼哀家便让你勤加练习了，为的就是让你在集集里大放光彩，你可不要让哀家失望了。胖幽灵光听这名儿就觉得年纪巴拉的，你有问题吗？哪能啊，不就是跳舞吗？我这辈子就没怕过谁。那就好，哀家就期待你的表现了。得嘞。生辰宴当晚，林香真是好命啊，如今算是空王妃了，刚才直接就和空王进宫了，都不用排队了呢。这边魏清月已经没有再听魏秋桐的话了，视线已经悄悄地落在了穆家的马车上。每次只有这样的时刻，他才能远远地看他一眼，不过就一眼，他便知足了。你别看了，再看也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姐，你胡说什么呢？爹前2日下朝回来，还骂了一通穆相，你觉得他会同意你嫁过去吗？你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表姐，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啊？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祝你和匡王殿下百年好合。多谢多谢啊，本王以茶代酒，干了。这是谁的位子啊？晋王殿下到。门口一袭黑蟒袍的叶玄锦带着他那一如既往的破人气场缓步进了宴场。晋王殿下，今日您的这个专属席位留给了宣柔公主，您今晚的席位在那儿。无妨，今晚宣柔公主是主角，本王自然不会喧宾夺主。说罢，朝着穆家这边的席位走来。叶玄锦又看了眼穆幽月，眼中划过几分笑意，才在隔壁桌坐下。2个席位离得很近。令叶玄锦比较遗憾的是，他和甜甜的中间还隔着一个碍眼的穆相。叶玄锦开始琢磨，怎么让穆相和甜甜换个位置。叶玄锦余光又看了眼坐在甜甜身后一排的裴燕之，裴燕之正好看过来，叶玄锦朝他眼神示意一下，裴燕之忽然就像得像个老狐狸一样，朝叶玄锦伸出2根手指。叶玄锦嗤笑一声，微微点头。丞相大人，你前2天，你大声点儿，我听不清。你前2天，我还是听不清啊。待裴燕之又说了2遍后，穆相索性对身边的穆幽月道：甜甜，咱俩换个位置。果然是只手遮天的大奸臣啊。等穆幽月在穆相原来的座位上坐下，叶玄锦又往右侧坐了坐，他和叶玄锦只隔了一个小臂的距离。叶玄锦笑了笑，又凑近他一些，低声问：想我了吗？穆幽月见周围还有那么多人，瞪了叶玄锦，回过眼去，没有回答他的话。甜甜，你怎么脸那么红啊？有点热吧？今天是有点热，你多喝点，消消暑。好的，爹爹。随着大殿内奏乐声响起，
吉吉里正式开始。没多久，乐声渐渐转为轻柔，一辆满是鲜花的礼车推了进来。此时当那朵花苞彻底绽放后，只见宣柔身子灵活地从花苞里跳了出来。令众人震惊的是，宣柔浑身插满了鸟毛，更特别的是她眉心涂着一点红，双腮更是涂得猴屁股一样。胖幽灵一个转身，已经开始在大殿狂放的起舞。悠扬的乐声似乎跟不上她豪放的舞步。怎么回事？公主的呢衫雨衣呢？为何是这样的衣服？哇，宣柔姐姐好像书上写的麻雀精啊！胖幽灵边跳边拍着腰鼓，不一会儿嘴里已经唱了起来。我是一只勤劳的麻雀，我要飞上天，天空啊天空啊，哎呀呀，你怎么突然下了雨？半死不活的歌声配合着跳到高潮时，一个腰鼓的盖子被他打开，伸手一挥，满满一罐鸡蛋清被他转着一圈洒了出来。坐在垫上的魏太后冷不丁被他泼了一头的蛋清。好家伙，刺激！胖幽灵还在陶醉着唱着。哎，下雨了，下雨了！哎，怎么还下冰雹了？说着，另一个腰鼓被他打开。当他准备来个天女散花时，脚下被自己撒的蛋清踩到，扑哧一声滑了出去。另一个腰鼓里满满一桶蛋黄，全都泼向了魏太后。穆幽月完全被小胖的舞姿折服，如同迷妹一般，一脸崇拜地鼓起了掌。有了穆幽月的掌声，大家这才想起来，今晚是宣柔公主的吉吉日。虽然这段雀羽丹青舞真是亮瞎了他们的双眼，可公主那么卖力的表演，他们作为臣子也不敢不给面子。于是沸沸扬扬的掌声、欢呼声在大殿内响起。宣柔听到掌声，才心满意足地摆了个最后的造型，结束了这段舞。你存心想气死哀家是不是？嘿，我说你个没品味的老娘们儿！你给我老实点。魏太后又警告他一句，才重新坐回去。哎，公主，您要不也先去换件衣服？不必。宣柔拒绝后，双臂伸展开来。公主殿的几个宫女迅速上前，将她外面披着的这件鸟毛大衣给脱了下来。下一刻，所有人又被她里面穿的大红袍子给惊住了。宣柔公主什么情况啊？这是吉吉礼，又不是大婚。宣柔姐姐，你怎么穿得像个红辣椒一样啊？我寻思我这不是本命年吗？整一身红的过个寿，喜庆点儿。今日是你15岁的吉吉日，怎么就成你本命年了？哎妈呀，我给起劈叉了！哎呦我去，这回丢人丢大发了，原来不是他的本命年啊！你先坐回去，先去给公主重新打扮一下再来。李官听到魏太后的意思，便先让人去给宣柔梳妆。今日是宣柔公主的吉吉典礼，是否有人愿意出来表演才艺，为公主祝贺呢？听闻表姐跳舞也跳得很好，不如让表姐来一段吧。黎大小姐如今急走陆妙龄的位置，想必定有过人之处，不如你先来一段，让我等开开眼。我见他坐着不动，叶玄锦笑笑：“来人，把黎大小姐抬上来，坐着跳。”是。锦王。黎瑞贤，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锦王，今晚是柔儿的吉吉礼，你适可而止吧。那又如何？奏乐。乐师们开始奏乐。黎香被禁卫军连人大椅子端到大殿中央，下意识地想站起来，却发现身体动弹不得。叶玄锦侧过身，见木像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黎香，忍不住伸出手，紧紧地握住了穆幽月的手。穆幽月的手被包裹在一个温热的掌心时，心中感慨万千，好像只要有他在，他什么都可以不用担心。许是心境发生了变化，穆幽月自己都没发现，他已经不知不觉地回握住了叶玄锦的手，两人的手牢牢地牵在一起。这一幕木像没看见，可坐在木像身旁的穆兴泽可全部都看在了眼里。完了，甜甜真的沦陷了。
此时云清悄悄地走进叶璇姐，在她耳边说了几句话，放他进来。最后黎香打算给自己挣回一点脸面，坐在椅子上，双手开始摆动起来，做着几个柔美的动作。而就在此时，随着店内又一道哗然声，黎香的头发被人狠狠地揪住，她一时没防备，连人带椅子摔在了地上。陆妙玲发了疯一样的骑在黎香的身上，扯着她的头发，掐着她的脖子。黎香，你这个狐狸精，勾引有妇之夫，你竟然还有脸出来！各位看看，黎香这个贱人，趁着我怀孕，爬上了昆王的床。陆妙玲，你住口！还有太后，她现在每天都要……陆妙玲指着太后时，魏太后快步地下了台阶，狠狠地给了陆妙玲一个耳光。陆妙玲，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怎么，你怕了吗？那你就让黎香滚，让我继续做昆王妃，否则谁都别想好过。他怎么疯成了这样？本来就是个疯子。也是。木相这一晚只顾着看戏了，完全没注意到隔壁的桌子已经与他的桌子并在了一起。来人，把陆妙玲给我拖下去！我不走，我不走！今天我就要让大家看看你们的真面目！陆妙玲挣扎着。宣柔来的时候见到自己的吉吉里被搞成这样，顿时开始撩袖子。哎，这几个娘们儿真是反了天了！我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你们就不知道胖爷爷的厉害！我能死你们！宣柔冲进了混战区。就你俩搁这嘚瑟臭显摆是吧？场面一度混乱。宣坤跑上去想要劝一劝。哎呀，你起开！宣柔一手肘过去，宣坤直接被锤成了熊猫眼。宣柔，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快松开他们！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滚！胖幽灵又是手一挥，直接挥到了魏太后头顶的凤冠上面。砰！魏太后的凤冠被掀起，一头灰白的发丝垂落下来。哎呀，鬼呀！太后娘娘这是怎么了？母后，你……我的老母亲呀，是孩儿不孝啊！孩儿没有时刻陪伴你呀，害你年纪轻轻就白了头啊！说着说着，顺势唱了起来。我的个老母亲，辛苦了一辈子，苦啊苦啊苦啊！闭嘴，哀家还没死呢。哎呀妈呀，我给忘了，我咋还开始哭丧了呢？甜甜，你抖什么？唉，被宣柔公主的一片孝心感动了。这样啊，确实挺感人的。哀家近日身体欠佳，让各位看笑话了。哪里，太后娘娘每日辛苦操劳，还得多多保重身体，继续造福宣朝。来人，将陆妙玲先带出去。今日她扰乱公主的吉吉礼，此罪来日再算。黎香，你也坐回去。既然已是昆王妃，往后行为举止要更收敛一些，莫给我们宣家丢脸。李官，吉吉礼继续。叶玄锦手指搭在桌子上，轻轻地敲着，不知道在想什么。哎呀，真晦气！行了行了，吉吉礼到此为止。老娘们戏真多，不知道还以为是你的吉吉礼呢。皇上，您看……轩宇不知该怎么办，看向叶玄锦。散了吧。宴会结束。这怎么回事？他竟然都没发现，这大奸臣和甜甜坐得这么近。这个呀，刚才是为了方便看热闹。甜甜，我们回家。景王殿下，那我们先走了。景王殿下，微臣先告退了。景王，我们谈谈。好。你和甜甜在一起了？目前他还没有松口，只是本王单方面的喜欢。你真的喜欢甜甜？为什么偏偏是甜甜呢？喜欢就是喜欢，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你是认真的？当然。
甜甜那些年在外过得不好，刚回府的时候，虽然她喊我二哥，但我也能感觉到她和我们所有人还隔着一层距离。但经过这段时间，我发现甜甜其实是个外冷心热的姑娘，她不善言辞，不会花言巧语，但她会直接用她的行动来保护家里的每一个人。站在哥哥的角度，你如果对甜甜是认真的，那就请你一直认真下去。此生定不负他。有你这句话，那就足够了。我爹一直以来对你有偏见，他那关恐怕不太好过。二哥放心，本王会努力打动岳父大人的。一声二哥以及岳父，穆兴泽差点左脚绊右脚，摔死在原地。有了穆兴泽的祝福，叶璇锦心情又好了不少。回身离开时，余光瞥到树后面躲着的人。出来吧。宣柔探出个脑袋来，尴尬地笑了笑。那啥，我也不是故意偷听你们的话，我就是想找我主人商量点事情的。很晚了，有什么直接和本王说。哎呀，我今晚得罪了太后，这老巫婆铁定不会放过我，我又不能直接一拳头捶死她，那你说我接下来咋整啊？随你怎么做，给她留口气就行。那行，我心里有数了。昨晚锦王还挺仗义的，离相刁难甜甜的时候，还帮甜甜解围了。这小子最近是挺不对劲的，也不知道离家哪里得罪了他。朝堂上朝堂下，被他待着就是一通嘲讽。看来人家也是很明事理的，甜甜你说对吧？二哥说的对。你们俩啊，还是太年轻了，事出反常必有妖。这大奸臣最近这么反常，肯定在酝酿什么大阴谋呢。不至于吧？怎么不至于？景玉，你觉得呢？人家锦王说不定是想讨好你，但又不好明着来，所以从你的死对头身上下手呢。他讨好我，拉倒吧。你忘了前几年先帝还在时，要破格封他为异姓王，我作为丞相自然不同意这种来历不明的人呢。我就上奏，结果这臭小子上任后就给我治了个以下犯上的罪，让我写了5000字的忏悔书。还有上次我在先帝御书房里谈事情呢，他在旁边故意逗他的那头灰狼，我说一句，那头狼就嗷一嗓子，我说一句就一嗓子，最后差点没把我给送走。还有上次我亲耳听到他的人在禀报说我弹劾他，这小子当时说什么，说穆朝辉那个老东西就爱折腾，他就是故意让我听到的。穆相气得磨牙。你们说我怎么就是老东西了？还有上次他……难怪爹爹对他的成见那么深，真是不作死就不会死。不说了，越说越气。我长这么大，我爹都没有让我写过5000字的忏悔书。叶玄锦这个奸臣，我这辈子和他势不两立。你们不知道我当时有多么委屈，所以说呀，你们千万不要被……穆相转过身，发现膳厅内一个人都没有了。真是的，我的话还没说完呢。3日后，林元林将随着宣朝的兵马进京。那我大哥呢？大公子回京中途突然换了路线，孤身一人往花胜国的方向去了。花胜国？大哥什么时候和花胜国的人有联系了？这事儿暂时先别告诉爹。大哥一向有主见，他去花胜国只怕是有重要的事情去办。我先让我幻星楼的人去查探一下具体行踪。我先出去一趟。快下雨了，早点回来。啊，要下雨了吗？这还有赏月吗？暂时还下不了，快点出门吧。二哥。没多久，等穆幽月来到锦王府的时候，外面正好开始下雨。没淋到吧？穆幽月摇头。府里发生什么事了吗？
你送来的那头母狼，刚刚生了。叶玄锦唇角勾起，牵起他的手往北院走去。穆幽月躲了一下，叶玄锦却牵得更紧了。母狼刚生产完，有些暴躁，小心一点。不了吧？放心，这小东西还不会咬人。叶玄锦塞进他的怀里。怕狗怕狼是甜甜心理上的弱点，他不允许甜甜有这样的弱点存在，也不会让任何人有可乘之机。如今是帮他克服这个弱点的契机。穆幽月双手抱着小狼崽，身体僵硬着。这时怀里的小狼崽动了一下，穆幽月双手微微一颤，下意识地想扔掉小狼崽时，小狼崽又用脑袋往穆幽月的怀里蹭了蹭，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咦，好像还挺可爱的。喜欢就先抱着玩吧。就这样，穆幽月抱着小狼崽和叶玄锦一起出了北院。今晚好像没有月亮。于我而言，天上明月远不及身边穆家幽月。说真的，穆幽月被肉麻到了。叶玄锦缓缓弯下腰，凑近他的脸。之前我说不急于一时，可我现在反悔了。穆家幽月，你想好了吗？想好了。叶玄锦一脸期待地等着他的答案。穆幽月眼角勾起几分笑意。其实答案已经提前告诉你了。说着，手指轻轻勾过他的腰侧，最后停在了一个地方。叶玄锦一顿，在他手指停留的地方摸出了一个桃花香包，香包上面8个小字，在这黑夜里却是格外的醒目。你总算承认是你先爱慕我的。叶玄锦，你……温凉的唇瓣划过他的脸颊，短暂的半刹，穆幽月霎时心跳漏了半拍。再次凝眸时，四目相对，须臾，叶玄锦再次俯身吻住他的唇，辗转亲吻。翌日，穆家一家人坐在膳厅用早膳时，甜甜遇到什么高兴的事情了？捡到宝了。居然还有这种好事！捡到什么好东西了？爹，你再不走，上朝就要迟到了。哦，对哦，今天本来就起晚了。驻守边境的大军马上就要回朝了，黎元林此次战功显赫，恐怕要继承黎瑞贤的衣钵了。这样一来，黎家估摸着又要崛起了。今日的朝堂果然十分热闹。启禀皇上，镇安大将军此次功勋显赫，先帝在世时便夸赞其是宣朝的定海神针，臣认为该晋升镇安大将军为元帅了。至于穆提督，年纪尚轻，还需多加磨练。封将军的话，恐怕过早了一些。以镇安大将军对宣朝的贡献，的确是该封个元帅。何况他之前不是寒光派的弟子吗？武艺超群，这样的人最适合当个元帅了。至于那个穆承安呢，年纪都和我差不多，当将军恐怕镇不住底下的人啊。启禀皇上，臣虽是个文官，但也知道上了战场都是凭功绩说话，若只看年纪，恐怕过于草率。穆丞相想帮大儿子说话，我们都理解，但军营内结构复杂，那些在军营里驻守了10几年的老将们，都是熬了多年才出头的。如今破格封穆承安为将军，恐怕难以平定悠悠之口。穆提督年纪轻又如何？人家凭本事说话，战功就是比那些老将强。那些老将自己应当反思才行啊。就是，年轻多好呀，反应快，头脑灵活，
这样的人才要珍惜。你一言我一语，吵得轩宇头都大了。偏偏叔叔今天又不在，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拿主意了。最后想起叔叔从前教他的话术，板着小脸轻咳一声：“此事朕心中已有决断，待镇安将军和穆提督回来后再说吧。”退朝。不远处，叶玄锦站在高处，目光锁定在了卫御史的背影。这老东西越发的碍眼。当夜，京城别院，韩离拜见师傅。起来吧。谢师傅。难为你刚回京就来拜见师傅，你倒是有心了。秦无庸坐在椅子上。徒儿回京前回过师门一次，听闻师傅下山来京城寻小师妹，便快马加鞭赶了回来。苏苏的身份你也知晓，你们黎家与穆家有着血海深仇，不是为师偏心。韩离，有些事情你要好好考虑一下了。黎元林双手抱拳，毫不犹豫地开口：“从黎瑞贤亲手杀了家姐的那一刻起，韩离便不再是黎家人。”好。翌日，韩离已经和为师保证过了，这么多年你也该知道，他比你更痛恨黎家。当初他来寒光派时，为师便问过他，你一个将门世家的少爷，何必来我这里吃苦？他只说了一句：世姐之仇，不共戴天。诊间的门被轻轻地敲响。进来。不一会儿，门被推开，云清探出脑袋来。哎呦，王母娘娘也在呢。殿下说皇上今天想放风筝，请穆小姐进宫一趟。提起叶璇姐，穆幽月面上的淡漠消失，唇角弯起。是皇上想放风筝，还是他想啊？这个属下就不知道了。哟，刚刚还一脸不高兴呢，一听见景王的名字，高兴成这样。师傅，你别笑话我了。得了，师傅也不打扰你，就先走了。早朝刚刚结束，看来我们都揣测不了皇上的心意，某些人还想着封将军呢，哈，真是平白做白日梦。我听说某些老色胚又抬了一位才20岁出头的姨娘进门，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年纪了，成天就像个宫驴似的，就知道夜夜叫春，我都替他臊得慌。魏御史脸色一变，哗啦一转身，伸手指向穆想。穆朝辉，你……话还没全部说完，刚刚伸出的手碰到了一盘新鲜的糕点。当看见身侧突然冒出来的人以及掉落在地上的糕点时，心间一颤，随即哆哆嗦嗦地跪了下来。景王殿下，这可是本王亲自下厨做的糕点，微臣无意间冲撞景王殿下，还请景王殿下饶命。御史大人，你慌什么？本王有那么可怕吗？叶玄锦小小有些生气，结合刚刚从岳父那里听到的话，听闻御史大人体力不错，今日马场那边恰好缺个人手，不如去帮忙搭把手。哎呀，叔叔亲手做的糕点，我好想吃啊！真的是他做的吗？当然不是。叶玄锦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御膳房随意拿了一盘而已。而后又道：甜甜想吃我亲手做的糕点吗？叔叔，我想。奏折看完了吗？今天练字了吗？跟着蒋公公练功了吗？轩宇扁了扁嘴，心虚的不敢开口。都没做呀。那很遗憾，今天不能放风筝了。叶玄锦说罢，在御书房的另一张桌前坐下，又朝穆幽月伸出手。穆幽月走了过去，便被叶玄锦一把揽入怀里。桌上提前准备好的笔墨纸砚，叶玄锦俯身凑在穆幽月的颈边，练练字。啊，练字？穆幽月侧眸往叶玄锦看去，练字啊！叶玄锦顺势亲了亲他的唇角。练字。
就这样，御书房里，轩宇看着奏折，旁边的俩人看起来很认真的在练字。叶玄锦一手搂着穆幽月的腰，一手握着她的手，两人同握着一支笔在纸上写了起来。时不时的趁着轩宇不注意，叶玄锦又会偷偷的亲穆幽月的脸颊，或者飞快的在她唇上轻啄一下。你就不能换几个字吗？穆幽月看着一张白纸，写满了相见恨晚、生死相许这几个字后，感觉被骚到了。这几个字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这是甜甜暗恋我的证据。穆幽月闭了闭眼，深吸口气。早知道是来练字的，打死不来。正当穆幽月练字练得有些累的靠在叶玄锦怀里时，轩宇咦了一声：“叔叔。”天饶国使臣说，天饶国国君慕容北萧有意与我朝联姻，想求娶宣柔公主为王后，下个月会亲自来宣朝求亲。这事儿得问问宣柔的意思。刚说完，外面传来通报声：“皇上，太后娘娘求见。”甜甜，我们换个地方。可以，不过我不练字了。不练了，回去逗小狼玩。轩宇眼巴巴地看着，听说叔叔家的狼生了小宝宝了，等他忙完也要去摸摸小狼。皇帝，狄元林那边你作何打算呢？太后作为后宫之主，前朝之事还是不要干涉了。皇帝，你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和哀家说话的吗？刚说完，雪域灰狼摇晃着尾巴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见到雪域灰狼，魏太后心底一颤。哀家方才听到一个极为荒谬的事情，魏御史作为宣朝的重臣，对宣朝忠心耿耿，现在竟然被罚在马场挑马粪，岂有此理！叶玄锦不过是个异姓王爷而已，皇上难道要一直纵容下去吗？母后也说了，魏御史是被罚的呀，那肯定是他做错事才会被罚的呀。你，母后，儿臣很忙的，你没事就先回去吧。出云院里，你干嘛一直看着我？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什么叫陷入爱河的女人了。从前只在沈大娘那些书上看过，说爱情会使人变得勇敢，会让人判若两人。现在你看到狼都敢摸了，我算是信了。这都什么歪理啊？明明是……小狼的名字刚到嘴边，穆幽月竟有些说不出口。想起在景王府临走时，叶玄锦对他说：“我给这只小东西取了个名字。”穆幽月一脸好奇，等待他接下来的话。叶玄锦笑笑：“叫叶悠悠。这小狼是母的。然后呢？你要是不喜欢的话，也可以叫穆璇璇，听着也挺女气的。”于是，这小狼崽的名字就这么羞耻地定了下来。叶陆言看着他话说一半，明明是什么啊？明明是这只小狼崽太可爱了，比他爹妈看起来温顺多了。确实蛮可爱的，我能抱抱吗？原本懒洋洋闭着眼睛的小狼崽忽然睁眼，朝叶陆言嗷呜一声。不愧是琳琅的崽啊，我还是不抱了，免得一会儿把我给活吞了。穆璇璇，不要乱叫。刚才是什么在叫啊？声音那么大。刚刚啊，是小爷在学狼叫呢。对啊，我是在学。丞相大人，你听一下，我学的像不像？啊呜，啊呜。不错，中气十足，说明小叶你的身体很健康。有股臭味。主人救救我！璇璇，
这是自己人。宣柔顿时把耳朵给竖了起来。啥玩意儿？玄玄？哎呦我的天，这名取的，这是有啥血海深仇啊？给个小畜生取这个名字。主人咋办呀？魏太后那个老母夜叉打算把我嫁出去啊！要嫁也是宣柔嫁，你慌什么？可我现在已经适应了公主的生活，我想当公主，天天有人伺候我，快活似神仙。而且其他公主我也看了，哎，说真的，真没这个宣柔长得漂亮。的确，你比宣柔还像公主，让你离开她的身体，我也有点舍不得。你先别慌，事情还没最终定下，一切皆有变数。主人，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要不然让我嫁给一个男人，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叫我咋整啊？你和景王闹别扭了吗？没有啊。那这名儿是谁给想的？叶玄锦想的，叫穆璇璇。哎呦，我的天哪！现在的年轻人我看不懂了啊！我先走了啊。好。啊，对了，你身上怎么有股臭味？哎呀，也没啥，就我刚刚来之前，借着魏御史的身体泼了太后2桶马粪而已。这么刺激的吗？翌日朝堂上，魏御史人呢？启禀景王殿下，昨日魏御史发了失心疯，泼了太后娘娘2桶马粪。昨晚挨了50大板后，被抬着回御史府，今日早朝告假了。太后娘娘凤体尊贵，这个魏启润实在大胆。太后娘娘顾及兄妹之情，本王可看不下去，必须得给太后娘娘做主，吩咐下去，再打魏启润100大板。随着蒋公公吩咐下去，朝堂内的大奸臣们都不敢说话了。很明显，叶玄锦是在公报私仇。一出小插曲过后，回归正题。轩宇看了好久的戏，见轮到了自己，开口道：“镇安大将军黎元林。”臣在。镇安大将军黎元林此次凯旋回京，为宣朝立下显赫的功劳，朕十分欣慰。今日特晋升镇安大将军黎元林为镇安大元。皇上，元帅2个字还未出口，黎元林便出声打断：“臣恐怕要辜负圣意了。”叶玄锦的思绪早已飘到了九霄云外，满脑都在想着穆璇璇这个小畜生，现在是不是又被甜甜抱在怀里？昨晚睡在那里的，该不会和甜甜一起睡的吧？还挺羡慕他的。最后的一次战役中，臣受了重伤，如今左手已废，这辈子再也无法提刀了。你快把袖子放下去！臣注定要辜负皇上的期许了。黎将军为宣朝立下功劳，朕早已记在心里。宣朝从不会埋没任何一个英雄。宣朝，宣宇背着背着，突然忘词儿了。接下来是什么来着？当他看见宣坤后，突然想起来了。既然无法上战场，那就请黎将军留在京城造福百姓吧。尚书一职空缺这么久，即刻起，朕破格将3品尚书一职提为从1品，由黎元林接任尚书一职。至于现任军务提督穆承安，年纪轻轻，勇猛果敢，率军斩官夺爱，即刻起封为神武将军，入主将军府。宣宇说完，擦了擦脑门的汗，总算都背下来了。多谢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丞相大人这些年为宣朝鞠躬尽瘁，又培养了5个好儿女，真可谓是父爱如山，令人发自内心的敬佩。下朝时，宣宇来了一声：“黎尚书，你随朕来一趟御书房。还有，沈威将军如今还未回京，至于入主将军府一事，那就由丞相先来代劳吧。退朝吧。”御书房里，黎尚书既然不能再上战场了，那么得尽快把兵符呈交上来呀。兵符今日未带在身上，改日再给皇上吧。好，那你先回去，尽量拖延
轩宇看着草稿纸上多出来的一行字儿，差点说秃噜嘴。尽量拖延木像回府，这是什么时候加上去的？这个字迹叔叔写的？木什么？咦，没什么，就是突然想起丞相家的饼饼很好吃。皇上要是喜欢，可以随时过来吃，管够。真的呀？那朕一会儿跟丞相回府可以吗？朕今晚住丞相府可以吗？当然可以。侍卫将军还有多久才能回京啊？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吧。按照惯例，沈威将军往后就要入主将军府了。既然他没回来，那就劳烦丞相帮着去打点一下将军府吧。交代完事情后，轩宇已经迫不及待要跟着木像回府了，完全把拖延木像这4个字忘到了九霄云外。此时木像府，你又把我爹支开了？玄玄，叫得很顺口吗？那你怎么从来不这样叫我？其实你也可以叫我的叶玄锦，你幼不幼稚？不是幼稚，是一见到你就情难自禁。穆幽月心跳渐渐紊乱，眉眼低垂，伸出手勾了勾他的手指。叶玄锦握住他的手，十指紧扣，放在自己心口处。下一瞬，缓缓睁开眼，唇角扬起几分调侃的笑意。哼哼，原来不是我的心在狂跳，甜甜，你的心怎么跳得那么快？他缓缓地靠近穆幽月的脸颊，距离唇瓣还有1厘米的时候，姐姐，我来了！砰！院子的门被人推开。门被推开的一刹那，穆幽月只觉得眼前瞬间一黑。等他再一回神的时候，叶玄锦已经不见了，连带着他怀里的小狼崽都一并消失了。我刚刚怎么好像看到了一个黑影？有吗？或许是我眼花了吧。皇上今天想来找你，你好好陪他玩一会。我先去吩咐厨房做些饼饼，一会儿再吃点。好耶，谢谢丞相。木像走后，今天天气不错，一会儿要放风筝吗？可以吗？当然可以，不过我这里没有风筝，皇上要和我一起做个风筝吗？愿意。叔叔，你为什么会在姐姐的房间里啊？路过，过来歇会儿。哇，那真是太巧了呢，在这儿也能碰到叔叔，就是书上说的有缘千里来相会吗？皇上，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去拿东西。我去帮他。好的，叔叔快去吧，那些东西肯定好重的，姐姐一个人肯定拿不动。好，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样的日子？谁让你之前那么黑心的？我黑心？叶玄锦一脸无辜。你之前又是让我爹写忏悔书，又是让雪域灰狼吓他，又是骂他老东西，他可全记在心里面了。我爹还说我爷爷都没让他写过5000字的忏悔书，他委屈着呢。叶玄锦面上表情凝固了一会儿，思绪追随到久远之前，许久才想起好像是有这么一些事情，但是并不是他的本意，都是那个鬼玩意儿害的。好了，我明天会去坐诊，你先回去吧，我爹一会儿要给皇上送饼饼来。叶玄锦听话的没有多逗留，俯身在他唇角亲了一口后离开了。回到锦王府，叶玄锦闭眼躺在一张摇椅上，周身渐渐凝起黑色的雾气，用黑色玄灵术召唤出被封印在心底许久的一道灵石。你总算舍得放我出来了，不过任务好像还没结束哦。叶玄锦搭在椅子上的手指微动，在宣朝，许多人都说不记得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一般。的确，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他只记得让他有意识的那一刻起，这道灵石就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对着他说：恶劫惩罚开始，只要完成任务，一切就可以回归原位，你会回到属于你的地方，继续拥有曾经的一切。什么任务？既然是恶劫，那就是要当个大恶人啊。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个叫轩辕的奶娃娃，乃是宣朝100年一遇的旷世奇才，千古名帝。你必须要替他扫除一切困难，将他辅佐成能堪当大任的君王。辅佐一位明君，这又算哪门子恶人？不是应该让我杀光这里所有人，才算恶人吗？因为经历恶劫的同时，你也要给自己赎罪啊。你只要听我的，完成了这些，这一切自会结束的。从此，宣朝所有人的记忆被刻意模糊了一些，只记得宣朝从此多了一位无恶不作的大奸臣。叶玄锦想到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却又有些无可奈何。有时候也时常在想，他之前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还要经历这样的恶劫？一边做恶人，一边却要赎罪，简直矛盾。后来嫌这个时不时冒出来的灵石实在是聒噪，便直接将它封印起来。思绪回归，现在原本一心坚定的事情却突然有了变数。叶玄锦淡淡开口：如果我违背了这个恶劫，会如何？这是你命中的劫数，若你违背，那你的身体慢慢会受到锥心之痛的惩罚，生不如死。你千万别……灵石还想继续说下去，却被叶玄锦直接封印了起来。周身黑雾散去，叶玄锦睁开眼，摸了摸心口的位置，唇角慢慢溢出一抹浅笑来。还好，区区锥心之痛而已，死不了就行。如今心里有了想要陪伴一世的人，他怎么舍得提前离开？恶劫，他是叶玄姐，这辈子无人能左右他的命运。甜甜，你怎么来了？路过，听说你回京了，舅舅过来看看你。舅舅二字让穆幽月顿了一秒。时辰不早了，舅舅先去上朝了，等有空再来看你。黎元林走后，穆幽月发现桌上放了一个东西，抬手拿起，兵符。叶玄锦来的时候就见他坐在桌前，低头不知道看着什么东西在发呆。黎元林来过了。穆幽月点点头，给你就拿着，多少人想要都拿不到呢。叶玄锦勾起唇，仔细地端倪了一下他的眉眼。干嘛这么看着我？一晚上没看见你，想你了。你今天怎么没来接轩宇啊？懒得接。哎呀，神医啊，好久不见。干嘛呢？神医啊，我今天是特意来和你报喜的，我夫人怀上了，大夫说还是个双胎呢。是吗？那恭喜你啊。要么说就是神医厉害呢，我夫人特意让我带点东西来感谢你，你可千万不要嫌弃。还有这个是之前答应过的铺子的分红。一上午，穆幽月看完了3个病人。要和我一起去吗？当然。给。甜甜，不至于吧？叶玄锦看着这玩意儿，嘴角微微一抽。那不是现在没办法吗？快看，瞧把我们殿下给憋屈的，换做以前，谁让他带那玩意儿出门，他不得当场把对方剥皮抽筋呢？云蝶赞同的点点头。哎，不过说真的，我还是挺同情殿下的，这好不容易喜欢一个姑娘吧，偏偏谁都不待见她。云蝶又是赞同的点头。翌日清晨，竟然还有这种事儿！有人出高价让你查我的行踪。就这点银子，打发乞丐呢？这密函是宫里流出来的，看来有人想要找你。这任务你怎么说呀？接啊，有钱干嘛不赚？不过3万两的确是少了一些，起码这个数才行。5万两？500万两。果然，他见的世面还是少了。一来，宫里能找到幻星楼的人本事定然不小，
我若没猜错，肯定是魏太后干的。既然是太后，那这么多年肯定攒了不少。二来我的赤血山和二哥你的幻星楼，手下养了不少人了。再过几个月可要过年了，该给他们分红了。这么一大笔银子，魏太后不出，谁出？有道理有道理。那若魏太后真给了银子，你的行踪……你查你的，可千万不能毁了幻星楼的名声。至于他想让我做什么，不还得经过我点头吗？妙啊！哦，对了，你昨天和景王说了些什么吗？没说什么呀。他怎么了？今早天没亮的时候，云清来找了我一趟，问我知不知道谁的易容术最厉害。不会是因为爹的缘故，景王都想舍弃自己的脸了吧？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吗？那果然是委屈他了。与此同时，什么500万两？据幻星楼的人回信，说是幻星楼楼主与九幽私交甚密。他们说，如若这500万两到位，便能立即联系到九幽。一定要这么多？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如今除了幻星楼楼主以外，我们也没有其他渠道再找到这个神秘的九幽了。罢了，就依他们吧。雪雪。甜甜叫我做什么？叶玄锦又是一笑。刚才叫的那么亲昵，再叫一声甜甜。大奸臣。我去换件衣服。穆幽月点头。要提前熟悉一下我的卧房吗？我陪小狼早玩一会儿。陪他干什么？先进来，给你个东西。在经过叶玄锦的床榻时，什么鬼？为什么他编的2只大胖老鼠，呸，是蚂蚱，会挂在床头？这玩意儿辟邪效果挺好，自从挂在这里，再也没做过噩梦了。还说我先爱慕你，明明是你一早就对我有所企图。这话不假。穆幽月原以为叶玄锦还要插科打诨一下，见他爽快的承认，他有点不知所措了，心跳频率不自觉地加快。送你个礼物。伴随着他话落，穆幽月感觉到发髻上被带了什么东西进去。去照照镜子，看看喜不喜欢。叶玄锦俯身凑到他的颈边，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口。当他低头，视线落在铜镜上，见到自己发髻上多出来的那只发簪时，表情一僵。好一只胖老鼠。喜欢吗？这可是我绞尽脑汁想了好久才想到的。谢谢，我很喜欢。你喜欢就好。话落又道，我感觉其实凑成一对可能效果更好。等一会儿我让人再去做一只，凑成一对。别。怎么了？一只就够了，独一无二，更有特色。那生怕叶玄锦还要继续这个话题。我听说你要学易容术吗？怎么，甜甜要教我吗？你怎么知道我会啊？甜甜真厉害，是我捡到宝了。叶玄锦揉了揉他的脑袋，顺便把那只胖老鼠金簪又插了插好。越看越觉得还是得再做一只，凑成一对才好看。哇，他真的给了啊！对啊，来，一人一半。二哥，这个是魏太后给你的酬劳，我就不拿了。那你……魏太后突然找我，肯定是有事求我，我自然也不会白白帮她做事。绝了，真的绝了啊！二哥，你去洗劫国库了？嘘，说什么呢？谁家国库就这么点怂货呀？那你是哪儿弄来的？穆景玉，你就这点出息啊？穆兴泽说着，很大方地拿了一些给穆景玉。宫里的钱？你们两个好歹告诉我一声，在密谋什么？万一人家发现丢了钱，告到大理寺，我是查还是不查呀？你放心，这钱来路肯定干净。你那儿有没有渠道把这些银票给换一换？穆景玉伸手拍了拍他的胸口，一副这还用问的表情。你们干嘛呢？爹，是来找我们吃饭了吗？正好饿了，走，一起吃饭去吧。确实，肚子好饿呀。
夜晚太后的宫殿。什么？九幽要1000万两才肯露脸？真是个土匪！如若不拿这1000万两出来，那我们给幻星楼的500万两，就真的打水漂了。哀家可以给出这1000万两，但得提前说好，哀家请九幽出山是想请教他教坤儿武功，这1000万两将教武功的学费也一并包含。话落，他见郑健谈迟迟未开口，你怎么不说话？赤血山传来消息的时候，还特别叮嘱了一句，请九幽出山是一分价钱，如若是想请九幽办事，那还得再加1000万两。也就是说，如若包含学武功的价钱，得2000万两。疯子，一群疯子，真当哀家非他不可了吗？可恶，哀家要杀了他！骊山那个丫头，是骊家小辈里身手最出众的。当日赤血山只出现了一个粉衣少女，就将骊山重伤。九幽的实力定然在那粉衣少女之上。一旦她成为坤儿的师傅，待他日坤儿登上高位，太后娘娘还怕这些银子回不来吗？九幽当真如此厉害？郑健谈点了点头。哀家同意给这2000万两，但得再加一个要求，让柔儿跟着九幽一起学那邪功。3日后，晾了我3天，不来找我。我这样你都能发现我？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咒我？哪里舍得呀？叶玄锦俯身捧着他的脸颊，吻住他的唇瓣，缠绵缱绻间，吻边传来细语：疼你都来不及。从今天起，我就是宣坤的师傅了。你确定你能教会那个草包？什么草包？那是我的爱徒。我先走了，不和你说了，一会儿穿帮了。他是你爱徒，那我是什么？你是他师母。甜甜，我看你是皮痒了，想挨揍了。慕幽月唇边笑意清浅，主动在叶玄锦脸颊亲了一口。不和你闹了，我先走了，晚点来找你。好。你就是赤血山的头领九幽？九幽点头。魏太后走近，随后伸出手，想要去摘他脸上的面具。你想干什么？为什么不能摘面具啊？你想隐瞒什么？哼，没礼貌。说罢，主动将面具摘下。哀家这次高价请你出山，想必你也知晓了原因。哀家给你3个月的时间，必须要将宣坤以及宣柔教成1等1的高手，否则哀家倾尽全力也要踏平你的赤血山。何为1等1的高手？这样的吗？这个邪功是真的邪呀！与此同时，魏太后心底一阵的狂喜，命人去把宣坤和宣柔请来。拜见师傅，求师傅以后好好教我，我一定认真学，不枉费母后的一片苦心。但请你千万不要吝啬你的绝学哦。如果我偷懒不好好学，请你给我2大耳刮子，不要客气，爱你哟。杵着干嘛呢？赶紧跪下拜师。拜师完成。先练体能吧，看一下身体素质。把这2个石块举到头顶，扎马步。宣柔都能做到，他肯定也行。宣坤卯足了吃奶的力气，将石块抬了起来，举在头顶。别走啊！哎呀，再给我加2块，不对，加4块。我不行，我真不行。宣柔，你是牛吗？力气那么大？你个废物，你可闭嘴吧！娘们儿唧唧的，你胖呸！你柔姐现在1膀子能挥死你，你信不？师傅，再给我加10块。疯了！就这样，宣柔头顶16块石板，扎着马步，愣是腿都不带抖一下。慕幽月退了一步，让宣坤头顶1块石板，扎着马步。2人站在一起，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老妹儿，看见没有？看见了，胖爷爷宝到位了。那是，想到你
算了，好汉不提当年勇。我是一只勤劳的麻雀，今天练呀么练武功，我头顶苍茫大地，脚下踏风云。今晚回去后，我想吃猪蹄儿，一个不够得吃俩。宣柔，你能不能别唱了？真把自个儿当个鸟了？就唱就唱！我是一只老麻雀，我是一只大鹏鸟，我是一只玄坤做的鸟。嗯，他娘的有病！行了，今天就到这里，明日继续。你不会等了我一天吧？叶玄景看了眼他易容后的样子，也不知道选张丑点的脸。那不行，拥有这么好的一个技能，我巴不得越变越漂亮呢。臭美。叶玄景轻笑一声，又问道：“饿不饿？”“有点儿。”“走吧。”叶玄景牵过他的手，两人一起往景王府的方向走去。甜甜今年17了。考虑过嫁人的事情吗？你呢？叶玄景唇微微上扬，言语道：“如果是让我嫁给甜甜，那或许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大奸臣能不能正经一点？叶玄景握住他的手，紧紧握在手心里，语气温柔：“只想和你在一起，一刻也不想分离。不管是嫁是娶，只要对方是你，便足够了。”突如其来的温情让穆幽月有些招架不住。叶玄景将自己的真心完全展露在自己面前，说不感动是不可能的。此后的几天，中午我来找你和轩宇一起吃饭呀。找我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加个小屁孩？怎么还和一个小孩子争风吃醋啊？就吃。最后穆幽月哄了叶玄景好一阵儿，叶玄景才舍得让他离开。九幽，已经5日了，怎么还在练所谓的体能？你教还是我教？太后娘娘，我们还是相信九幽的实力吧。今天开始正式练功，先教你们什么好呢？师傅，我想学你那种一抬手就能杀一串人的那种招式，你懂吧？我想学暗器。我就说你目光短浅吧。你有病啊，干嘛要打我？我怎么就目光短浅了？学暗器还得随身带着暗器，一抬手就能杀人的，方便又快捷。哎呀，我真是服了你这猪脑子了，咋那么欠灯呢？那就按宣柔公主说的吧，不过练这个需要深厚的内功，你俩先坐下练气。面前两人齐齐坐下，按照穆幽月的要求开始凝神聚气。不知多久，宣坤的鼾声响了起来。看我干嘛？老妹儿，其实我看中你的脸很久了。哎呀，再商量一下，能不能把这易容术偷偷交给我，将来我行走江湖也方便一点。你直接附身不就行了？哎呀，那可不一样，附身也不能每回都遇到好看的脸呀。哎，你们这种原本就长得好看的人可不懂，镰刀用时方恨丑。当年我还是胖爷爷的时候，曾经看上过一个姑娘，好家伙，我刚上去搭讪呢，那姑娘就尖叫一声，说哪儿来的丑鬼！哎呀，说就说吧，还虎逼似的，一下就给我踹出2里地。你说闹心不？你前世不会是天蓬元帅吧？天蓬元帅那是干嘛的？他一个元帅为什么还要天蓬？这易容术吧，不是我不肯教你，这是沈家的家传秘术，你得经过沈大娘同意才行。哎，行，那下回你带我去见见他。50。你家遇到了一点情况。我家？义父，刚刚小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她一直都记得自己的身世，但是碍于小莲村路途遥远又贫穷，她没办法联系到你。而5月的时候，她正好有事和严大婶一起外出了一趟，才被某些人钻了空子，霸占了相府大小姐的身份。就是你，小苗，我曾经把你当做我的亲姐妹，掏心掏肺的和你说过我的往事，没想到你竟然抢了我的身份，霸占了我的家人。你这个女人太坏了，竟然抢了小月的身份，自己上这来过好日子。我们小月真的命苦呢。你叫小苗是吧？你好大的胆子，敢冒充月姐姐。
现在人家都找上门来了，你还不承认吗？义父，小月姐姐才是你真正的女儿，这个冒牌的慕幽月，这几个月来一直在骗你。夫人，你的最后一次机会没有了。说罢，又转身看向了鬼哭狼嚎的严大婶。在小莲村时，你这个出了名的长舌妇，便时常在背后非议我。我见你年纪大，不与你计较，反倒是让你越发嚣张了。还有你，苗大叔为人一向忠厚，待人厚道，我很尊重他这样一位长辈，也不愿看他晚年丧女。苗芳芳，你现在是自己承认，还是等我亲自来拆穿你？怎么，你不承认就算了，还敢威胁小月？我平时在背后议论你，我说错了吗？你一个姑娘家，经常10天半个月都不在村里，有一次更是出去了大半年都没回来，鬼知道你干嘛去了。谁家正经姑娘像你这样，我看呐，不知道跟哪些野男人出去鬼混了。戏唱到这里也该停了吧。傅蕊，这是你找来的人？不是的，义父，我是出城上香回来的途中看见他们的，他们说来京城寻亲，我就随口一问，结果才发现这个惊天的秘密。义父，侄儿知道您一直以来都牵挂着月姐姐，可现在府里的月姐姐是假的，您可千万不能被骗了呀！小月才是您的女儿。想不到傅姑娘竟然如此大意。那么敢问，你是什么时辰出的府，去哪个寺庙上的香，又是什么时辰遇见的这2个人呢？最关键的是，你不是应该坐在马车里吗？又是怎么发现这2个人是来寻亲的？他们讲话的声音很大吗？我是早上出的府。什么时辰啊？既然是出城，那么城门守卫那里定然有记录，你可得想好了。卯时。行，那么上香是什么时辰呢？这个我记不太清了，进了寺院的时候上香的人很多，我没有看时间。没关系，本少卿会派人去寺院查的。四少爷，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是在怀疑我吗？我都是为了这个家啊！你鬼叫什么？你们2个什么时辰碰见的傅蕊啊？漏洞百出，你是戴了人皮面具吧？苗芳芳瞪大眼，惊恐地摇了摇头。我没有，这是我的真容。义父，小月真的是你的女儿，一定是这个女人用医术掩盖了自己真正的容颜。对，她会医术的，肯定是她照着小月的脸换的。你刚才不是口口声声说我经常外出不归吗？那我现在就让你看看，我平时外出都在干些什么。苗芳芳尖叫，感觉有一道强大的气体正在撕扯着她的脸皮一般。下一瞬，而眼前苗芳芳原来的容颜已经不见，露出了她原本的脸。就连傅蕊亦是没想到，她特意花了高价请了精通幻术的沈家出面，用易容术求得这样一张容颜，竟然就这样被慕幽月给化解了。你这个女人，你太歹毒了，你竟然把小月的脸给……严大婶伸手就要朝着慕幽月打过来，却被一根头发锁住了命门，倒地气绝。小月姐姐，哟，这是承认了？小月姐姐，对不起，我不该这样做的。是夫人，是她3个月前找到了我，她给了我一笔银子，让我冒充你。小月姐姐，看在从前的情面上，你饶过我吧。来人呐！把这个姓苗的给我拉出去，乱棍打死！先关起来，我留着他还有用。傅蕊万万没想到，自己这个天衣无缝的计划会这样轻易的被挑破。义父，对不起啊，都怪我被他们给骗了。我也是实在太担心义父，才会轻信了他们的话。而后又爬到慕幽月的身边。叶姐姐，对不起，是我鲁莽了。现在话说开了也好，以后没人会怀疑你了。除了你以外，我们从没有怀疑过甜甜。自从甜甜回来后，你处处针对她，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走吧，我们穆家再也容不下你了。不要啊，义父，你答应过我爹的，会照顾我一辈子。我爹为了你命都没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傅蕊，你要点脸吧。傅管家当初入府时签了卖身协议，说难听点，他为了我爹而死也是应该的。你爹当初死后，我们穆家可是给了一大笔银两赡养你们傅家留下的人，更是收留你一个管家之女当了府里的小姐，锦衣玉食的供着你。我就搞不懂了，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们欠你了吗？你们怎么不欠我？你们通通都欠了我。什么府里的小姐，你们不过是为了给穆家留一个好名声而已。还有啊，既然都是穆家的小姐，为什么穆幽月可以和景王在一起，而我只能嫁给一个从四品官员的儿子？凭什么？凭什么？穆相听到这句甜甜和景王在一起时，眼睛忽然一瞪，但一转念，估摸着傅蕊是气疯了，说了胡话，就没往心里去。来人，将傅蕊轰出去！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是我穆昭辉的义女。一场闹剧结束，大街上，穆幽月，傅蕊，这个才叫虐待，知道吗？你别得意，你现在不过是有叶玄景做靠山而已，没了他，你什么也不是。唉，不知悔改。穆幽月叹气摇头，缓缓地举起了手里的弓箭，拉弓。在他射出一箭时，对面进城的方向同时射来一箭。傅蕊睁大眼，最终无力地垂下了眼。大哥，剑法不错呀，大哥先进宫复命，你先回家等我。直到穆承安的背影消失不见，真是没想到，甜甜竟然还有如此乖巧的一面。说真的，我感觉我大哥气场比你还强。得亏他是你哥哥，要不然……帮我处理一下傅蕊的尸体。已经让云清去处理了。那就行，我大哥回京了，我得先回府了。明天见。叶玄景深如寒潭的视线落在傅蕊身上。你也能看见我？本王的宝贝，也是你随便欺负的。须臾，傅蕊蓦地感觉眼前有黑色的雾气袭来，最后傅蕊的灵体彻底炸开，灰飞烟灭，再也不得重生。小月姐姐，你是来放我出去的吗？你的易容术出自沈家之手？你是如何联系到沈家的人？我不知道，是夫人找的人。小月姐姐，我真的就知道这么多了，你能放了我吗？我想我爹了，我想回家。我们谈个条件吧。苗芳芳一脸喜色地看向他。你来做诱饵，若你顺利地活下来，我就送你回去。那我死了呢？死就死了吧。翌日，想啥呢？我在想陆妙龄。这玩意有什么好想的？再说了，你不是要去离乡了吗？好家伙，你瞅瞅你们这些男人哦，一个个见异思迁，还是人家景王最好。叶玄您怎么了？你再喜欢人家，人家照样不要你。嘿，你以为我稀罕他呀？我今天来宫里的时候，看见有几个老嬷嬷聚在一起，他们通常是干嘛的？你是说分养宫的那些吧？是啊，一个个看起来还挺凶的，他们没有分配主子吗？哎呦，这帮老嬷呀，是宫中专门负责给各种新进宫，包括王府各种新进门的女子验身的，一个个能耐着呢。能有多能耐啊？哎，我就这么说吧，有个叫常嬷嬷的，眼睛特别毒。曾经好多女子进宫选秀，她从对方的走路姿势就能看出来对方没了贞洁。皇室好像都挺注重这些的。那当然了，不过说真的，我听说好多人第一次后都会流血的。宣坤坐在一旁，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流血？好像没看见血呀，完了。什么完了？妹妹啊，有件事你可得帮帮我。好好说话，别扒了我。你要说什么赶紧的，我还得练功呢。公主，
你耐心一点吗？就是，还是师傅通情达理。你说。宣坤小声地将心中的想法说出。九幽吃惊地捂着嘴巴。不是吧？这种事情怎么查呀？那位姑娘不是和你那个了吗？肯定没真气了呀。师傅，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有点怀疑，我那天没和他那个。哥，你不会这么惨吧？哎呀，这事我可看不下去，你等着，我现在就去找人。母后，儿臣刚刚跟着师傅练轻功呢，出去恰好碰见了常嬷嬷，我把她带来了。熟儿，你想做什么？她不是要嫁给我哥了吗？应该还没验过身体吧？正好让常嬷嬷验一验。宣柔公主说什么呢？我与空王殿下早就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是吗？熟儿，不得胡闹。让你验就验，验一下不就完事了吗？常嬷嬷，验吧。太后娘娘，我和空王殿下已经有过肌肤之亲了，这实在是多此一举啊。常嬷嬷，时间差不多了，去大殿看看情况吧。大殿。太后娘娘，李小姐她怎么了？她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啊。老啊，这个女人果然在骗我。那天一定是他们黎家合起伙来演的一出戏，否则黎瑞贤怎么就刚巧赶到了呢？哼，好一个黎家！黎家狗胆包天，退婚，必须退婚！对，退婚。此事哀家自有主张。怎么还管起别人的婚事来了？我嫉妒我表妹啊。嫉妒人家要成亲了，其实你也可以。你先搞定我爹再说吧。看把甜甜着急的，为了甜甜的幸福，我一定尽快搞定岳父，娶甜甜进门。轩宇一直坐在旁边，偶尔听见他们的几句对话，大眼睛滴溜溜地盯着他们看了半天。谁要娶姐姐？阿武，姐姐要嫁人了吗？那是不是就要抛弃他和叔叔了？虽说叔叔喜欢天牢里的女子，可他还是有些遗憾的。转念，轩宇忽然在想，如果他把姐姐弄进天牢里关几天，是不是就符合叔叔的标准了呢？比起姐姐嫁给别的男人，他觉得还不如嫁给叔叔呢。心里有个小计划在渐渐形成。完全不知道已经被纳入关押天牢计划的穆幽月，午后直接回府了。爹，你去哪儿？我和你大哥要去祭拜一下你们娘亲，顶多3、5天就回来了。就只有你们2个吗？我们不用一起去吗？不用，你们最近都忙，你要看诊，小4要忙案子，小3太医院每日都忙得家都顾不上。至于老2，算了，去了也是给我添堵。趁天还没黑，我和你大哥就先出门了，家里就交给你了啊。临走前，穆承安看着穆兴泽和穆幽月，兴泽，好好照顾妹妹。放心吧，有我在呢。说罢，两人骑着马扬长离去。对了，甜甜，据我幻星楼的人来报，已经有了一批势力在朝京城那边赶过来了。真的？来的正是时候。此时门口忽然来了一批禁卫军。穆幽月冲撞皇上，以下犯上，押入天牢。穆幽月整个人有点懵，回想了一下今天和小皇帝见面的整个过程，难道就因为他先和叶玄锦打了招呼，再向小皇帝打招呼，就来了个以下犯上的罪名吗？如果硬是要这么说的话，这个罪名也是能够成立的。那就强公公，走吧。景王人呢？二嫂，出什么事儿了？景王人呢？殿下的身体不适，说是要闭关1日。怎么关键时刻闭关了呢？皇上把甜甜关进天牢里了。皇上是长了胆子吗？竟然敢把殿下的人关进天牢。院内，叶玄锦从宫里回来后，
被他封印的灵石突然冲破，又重新在他脑海里聒噪起来。景王，我感觉你最近好像刻意在拖延进度，这样下去不行啊！违逆天意，你要倒霉的。你这次是来度恶劫的，你说你最近坏事一件都不干，这怎么能行啊？你是奸臣，不是忠臣。闭嘴！我必须要说服你。还有啊，你怎么还儿女情长起来了呢？你应该把阻碍你脚步的人都杀了。狗东西，你再说一句试试。好吧，我不说这个了，但你得加快进度，要不然你的锥心之痛会提前发作的。穆幽月被恭恭敬敬地请进了天牢。穆姑娘，皇上命你在此好好思过，顺便让你写5000字的忏悔书。忏悔书？小皇帝怎么也好这口？大约是皇上平时犯了错，景王殿下总是爱让他写忏悔书，皇上觉得这样认错的效果比较好吧。叶璇姐，你可以的，最终连我也逃不掉这个5000字的忏悔书。皇上，大街上都在传穆小姐被关押的事儿，名声已经彻底臭了。皇上，刚刚百姓们说……轩玉听到百姓的话，虽然心疼姐姐，但是事情的发展越来越按照他想要的标准来了。叔叔说了，想要娶宣朝名声最臭的女人，而且还是牢里的。现在姐姐完全符合了，这样的话，叔叔和姐姐是不是很快就可以成亲了？他们成亲后，是不是很快就会有小宝宝了呢？如果他们有了自己的小宝宝，会不会就不疼爱我了呢？宝宝好可怜呢，宝宝好喜欢叔叔，也好喜欢姐姐。如果叔叔和姐姐是他的爹爹和娘亲就好了。轩宇一双大眼睛逐渐变得湿漉漉了，有些难过。天牢里，甜甜，姑姑，我听宫人们说你被关进天牢了，你怎么样？受伤了没有？姑姑，我没事。皇上这是想做什么？既然是犯人，牢房为何又是这样的布置？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想问题不大，姑姑你别担心。宫里现在盯着你的人太多了，你要多加小心。我知道了，此地不宜久留，姑姑先回去吧。好，见你现在无恙，我就放心了。我现在去见皇上，问问他到底什么意思啊？叶璇紧直到后半夜才把冒出来的灵石又封印回去。殿下，不好了，皇上把穆姑娘关进天牢了。这一瞬耗费了无数精力的叶璇姐以为是自己出现幻听了。你再说一遍。云清将白天的事儿如实道来。轩宇正睡得正香，蓦地一只冰凉的手抓住他的脚踝，把他头朝下从被窝里拎了出来。轩宇迷迷糊糊的一睁眼，当看见叶璇姐那张阴沉的脸后，吓哭了。鬼啊！叶璇锦在他屁股上抽了一巴掌，疼痛让轩宇彻底清醒过来，委屈的扁嘴：“叔叔。”轩宇，你最好给本王一个交代，否则本王今晚就送你去见真正的鬼。轩宇委屈巴巴的开口：“我不想叔叔娶其他的女人，我想叔叔和姐姐在一起。”所以叔叔曾说过要娶宣朝名声最臭的女人，正好是天牢里的，所以我把姐姐……听完这小屁孩的话，叶璇锦真的想撬开他脑袋看一看，这就是所谓的旷世奇才？是老天有病还是他有病啊？竟然要辅佐这么一个傻小孩！穿衣服。干嘛呀？把我的宝贝接回来。轩宇立即穿好衣服，穿上鞋跟上。刚一出门，就发现叶璇锦已经提前先走了。蒋公公，朕是不是做错事了呀？这件事儿吧，可能是做得过火了一些，不过还是有办法弥补的。你快说。皇上既然想撮合他们，那就赶紧给他们赐婚呐，这圣旨一下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对吧？啊，有道理。走，
先出去。忏悔书还没写完呢。叶玄锦眉心一跳，有股不好的预感。景王真不愧是帝师啊，连个忏悔书都非要写满5000字不可。怎么办啊？现在还差3000多字呢。叶玄锦此刻深深的明白，造的孽都是要还的。剩下的我帮你写。别写了，我们走吧，这地方阴气好重呢。穆悠悠握住他的手腕，阻止他。叶玄锦顺势揽他入怀，坐在自己的腿上。是我不好，让你受委屈了。穆悠悠心尖微颤，注意到叶玄锦气色有些差，就连气息也有些不稳。你还不舒服？甜甜，我有点害怕。害怕有一天忽然就消失在这个世界，再也见不到你了。你怕什么？没事，怕鬼而已。那我们先出去吧。好。轩宇到了天牢门口后，硬是没敢进去，最后偷偷的溜了回去，准备连夜拟一份奏折。正要准备开始写呢，门被推开，一抬眼，2张凶神恶煞的脸朝他逼近。姐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可我现在名声真的臭了，怎么办啊？轩宇挠了挠脑袋，本想求助叶玄锦的，可叔叔完全没有要帮他的意思，一副让他自己看着办的态度。啊，我有办法了，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今天好晚了，姐姐早点回去吧，明天等好消息啊。你真的靠谱吗？靠谱，肯定靠谱。甜甜，你先等我一下，一会儿送你回去。我自己回去吧。相信什么？就是既然叔叔和姐姐情投意合，我就想给你们早点赐婚呢，这样姐姐就不会被别人给拐跑了。这话叶玄锦倒是爱听的，小屁孩难得说几句顺耳的话。说话之间，叶玄锦扔了一份圣旨到轩宇桌上。轩宇惊讶的下巴都要掉了，原来叔叔早就准备好了呀，太好了。刚刚他还绞尽脑汁的想要用什么措辞比较好呢。叔叔，那我明天早上就让蒋公公去传圣旨。不必，时机未到。这圣旨留在你这里，必要时我再通知你。翌日一早，丞相府门前，听完旨意的穆幽月一度以为自己没睡醒，出现幻听了，这莫名其妙的就封了他一个郡主。这么草率的吗？果然皇帝就是任性。二哥，我这……哇，这么多的金子，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今天不忙吗？忙啊，哪天不忙啊？听说宫里来旨意了，回来看看，正好还有一份卷案忘记在家了，顺便带走。哇，好多金子啊，这一箱子得多沉啊！穆幽月走近看了眼叶露言，注意到他脸颊后朝他使了个眼色，偏偏叶露言没理解。啊，怎么了？穆幽月指了指右脸。怎么了嘛？叶露言还是没明白。穆景玉看不下去了，冒出一句：你的疤贴错脸了。真乃大型社死现场，不愧是大理寺少卿啊！救命！竟然被人发现了！悠悠，你那个四哥眼睛也太毒了吧？你说他会不会把我抓起来毒打一顿啊？不会的，我四哥不是那种人。不是都说大理寺的人刚正不阿吗？我可是土匪，而且我还杀过人。大理寺只抓皇亲国戚，不管江湖的事情。你现在不是郡主了吗？那我算不算是皇亲国戚啊？不和你说了，我出门了，要教武功呢。门外的穆景玉嗤笑一声，看了眼手里沉甸甸的案卷，正好缺个人整理。四少爷，跟我走一趟。啊？去哪儿？大理寺。完了，我这个江湖小耗子要被大理寺黑猫给逮住了。云安郡主来了。这是你出的主意？是小屁孩自己想的。叶玄锦，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叶玄锦昨天半夜才到天牢，
按照平时他应该早就收到消息才对。我一个奸臣，不找别人麻烦就不错了，谁能给我找麻烦？昨晚闭关修炼玄灵术，才会消耗一些元气。要出游2天吗？出游？难得有这般机会。可以，什么时候走？现在。这么仓促的吗？出游？他们去哪儿了？云清摊手表示不知。确定2天就回来了吗？说的就是2天。你和云蝶不去吗？不去啊，我俩刚才在隔壁开了一桌。二少一会儿过来喝一杯。此刻城门外，甜甜，至于吗？低调出行，低调做人。慕幽月满意的看了眼自己的装扮，该你了。你帮我弄。最后两人顶着新面容低调出发。前面有很好玩的地方吗？月老庙算不算好玩？两人刚走到门口，公子，姑娘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香包，含羞看向叶璇姐。公子也是来求姻缘的吗？也有姻缘。小姐，咱们先回去吧。我不回，我要过去看看。小姐，我们这次是路过灵州办事的，你可千万不能惹事啊。多嘴，早就让你低调点了，刚出门就沾花惹草的。放心，我整颗心都在甜甜身上，别人抢不走。明天我换张丑点的脸出来。好，听你的。进了月老庙的大殿，忽的就被叶璇锦扯到月老像前跪拜了下来。叶璇锦，甜甜，月老看着我们呢。叶璇锦勾起唇角，开始祈愿。慕幽月正了正神色，认真的看了眼月老，同样闭眼开始祈愿。闭上眼的那一刻，慕幽月感觉身体蓦地紧绷，眼前传来无数零碎的画面。待他努力想要看清那些画面时，只看到一尾红色的羽毛，随即眼前又是大片大片的红，如鲜血一般，全数染红了他的眼。慕幽月低呼一声，迅速睁开了眼，额间布满细密的汗珠。你怎么了？没事，可能有点水土不服。水土不服？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吧。施主请留步。刚走2步，大殿内的僧人叫住了他们。两人回眸，僧人对他们微微一笑，递给他们2根红绳。千里姻缘一线牵，这是月老对你们的祝福。思绪间，叶璇锦已经朝他伸出了手。慕幽月懂他的意思，眉眼含笑，帮叶璇锦系上了红绳。换你了。叶璇锦拿过，动作轻柔地系着红绳。好了。慕幽月瞟了他一眼，试图去扯了一下红绳，发现红绳完全扯不动了。叶璇锦，你作弊！既然是我亲手系上去的，那也必须只有我才能摘下来。客栈房间里，在讲什么？你白天的那个烂桃花是幻术世家沈家的人。那要在这里解决？沈家的事，沈大娘要自己解决。前几日便已经通知过他，估摸着他也快到了。忽然有点后悔了。有点后悔没给傅蕊立个坟了。亏他还听得那么认真。不早了。的确。你可以回你房间休息了。早点休息。慕幽月送他到了门口，临了还被叶璇锦按在怀里亲了一口。最后还是踹他出门的。叶璇锦刚走出房门，慕幽月便无情地关上了门。公子，这么巧啊！话刚出，刚刚还闭紧的房门突然被打开，唰的一下把叶璇锦抓回了房间里。
房门又用力地关上。长得好看的确有点麻烦，怎么办？要不要换个客栈？万一他晚上敲我房门怎么办？你睡地上吧。好。雨太大了，长安，我们今晚先在这里歇一晚吧。好。也不知道老二有没有把甜甜照顾好。轻则做事有分寸，就不必太过担心了。也是，那小子虽然看似不着调，但对甜甜还是很上心的。等木匠和穆承安回到各自的房间后，楼下大堂又来了3个人。哎呀，那么大的雨，我这把老骨头啊，得先泡个热水澡。齐花花，就你事情多，早就说了，我和卓涛来就行了，你非要跟过来干嘛？谁跟你呀？我是来京城探望老大和陆岩的。沈文英，你别自作多情啊。小二，开3间房。不好意思啊，客官，就剩1间房了。给我。今晚住店的太多了，要不你们仨凑合一晚吧？哎，不行，我还得泡澡，这老娘们和我一间，我不方便。哎，一天不抽你皮痒是吧？哎，好了，别打了，咱们这回是来办正事的，就先凑合一晚吧。雨后的清晨，叶玄锦，你为什么会在我床上？地上太凉了。说完又睡过去了。老板，这红豆糕怎么卖呀？听到这声音，穆幽月几乎是背脊瞬间僵住。姑娘，这红豆糕怎么卖的？最后穆幽月伸出手朝他比了个3。来，姑娘，你的好了。穆幽月拿过糕点，又朝木匠点头示意，随后撒腿就跑。你们什么时候来的？穆幽月看着面前的3个人，昨天半夜到的。我在赤雀山收到你的消息，便一路往京城赶。昨夜路过此地大雨，便在这里歇了一晚。巧了，沈文宗也在这间客栈下榻了。真的？我曾看过你画的沈文宗画像，就是他，不会错的。这么久了，他总算舍得露面了。这一次，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老沈，你先别冲动啊，冲动容易坏事。悠悠也在这儿，咱们听他的。是啊，沈文宗此次来势汹汹，咱们不能轻敌。我明白。你们先待在这里，别乱走，我出去一趟。你做贼去了？比做贼还可怕好吗？你钱被偷了。穆幽月摆手坐到床边，把刚才出门的经过告诉给了叶玄锦。竟然这么巧的吗？果然一天不搞定未来岳父，他和甜甜的关系永远见不得光。虽然我易容了，但我的七夕爹应该很熟悉，也不知道他认出没有。应该不会。叶玄锦端睨了他一眼，又道：如果认出了你，这会儿房门已经被砸烂了。有点道理，我爹容易糊弄，那我大哥就不一定了。现在该怎么办才好？楼下大堂，沈文宗坐在一个角落里，视线却牢牢锁着坐在不远处的木匠，衣袖下一柄淬了毒的弯刀随时伺机而出。哎呀，这位施主，我看你天庭饱满，看起来要有好事发生了呀。别打扰我。七叔这会儿有任务在身，悠悠说了，让他拖住木匠，顺带着保护人家。毕竟穆丞相可不知道危险就在身边。哎，施主啊，一看你的面相便是个福泽深厚之人。你看你正气凛然，这等面容者通常都是望子嗣的。我若没猜错，你的儿女定然都是出类拔萃、才貌双全之人。这全都是因为有你的福泽庇佑啊。说到儿女时，七叔伸出一只手，意思他有5个儿女。你接着说。要不我给你算一卦吧。七叔从布袋里拿出了签筒，示意木匠抽一支签。哎呦，不得了啊！说什么了？这是一支姻缘满门签，
这签上说皆大欢喜。通俗点说呢，你们家接下来不断会有喜事出现。这个喜呢，是代表着姻缘的意思。也就是说，你的那些孩子们一个个很快就有命定的姻缘出现了。木匠气得甩了甩手，衣袖不小心碰到签筒，又掉了一支签出来。下一刻，老神棍又吃惊地看了他2眼。看我干嘛？别告诉我连我也有姻缘。失而复得，白头相守。骗子，你就是个江湖骗子。午后，又喝酒了？没什么事做，随便喝2口。这间客栈不对劲，我们得先走。好，我先收拾东西。我在楼下等你。待穆承安刚下楼去后院牵马时，客栈2楼忽然砰的一声，火光四溅。不好！与此同时，客栈2楼，木匠原本在收拾东西，忽然就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千钧一发之际，一道黑影从窗户进来，抓着他的手将他带离了客栈。你怎么在这里？本王今早便已发现丞相大人在此，但本王此次奉命留在灵州，捉拿天瑶国奸细，因此并未打扰丞相大人。方才遇到险情，第一时间便想着丞相大人还在此地。丞相大人没受伤吧？天瑶国究竟派了多少奸细出来？多谢景王殿下。沈巍将军不必客气，此地不宜久留。叶玄锦说罢，身形一闪，消失在了2人面前。爹，你怎么样啊？我没事，今日多亏了叶玄锦，要不然的话，我可能也要死在这场大火里了。沈文宗一路跑到山崖边，待无退路时被沈大娘追上。姑姑。沈洛谦见到沈大娘后，目中露出了诧异的神色。我呸！闭上你的狗嘴！谁是你姑姑啊？沈文英，真是没想到，你竟然还活着！老天有眼，让我从地狱里爬了出来，给我亲手报仇的机会。沈文宗，今日便是我沈文英屠你满门的日子。话落，鞭子一闪，沈大娘凌空而起，几招下来靠近身搏斗，沈文宗便已占了下风。骗人多是吗？随着一道梅花状的信号烟发射而出，无数身着暗红色服饰的男女从天而降。沈洛谦在射出飞针的同时，一名蒙面少女闪到他的身边。瞧瞧，咱们赤血山多气派呀！沈文宗出招阴险，不知道沈大娘能不能解决啊？眼看寡不敌众，沈文宗看了眼后面的山崖，在沈大娘朝他袭来时，忽地用幻术变换了自己的容颜。文音，文音。沈文宗唤着他的名字的同时，弯刀朝着沈大娘心口处刺了过来。沈文宗，我杀了你！沈文宗又后退一步，再次变化了容颜，换成了沈大娘儿子的脸。来砍我呀！去死吧！须臾，沈文宗卯足了力气，便要将他踹下山崖。电光火石间，穆幽月飞身上前，一股强劲的掌风朝着沈文宗的命门袭去。染着寒冰的掌气当场震碎了沈文宗的心肺。寒光派，听说你这次是来穆家寻仇的，这么大的阵仗，怎么就这点能耐啊？你到底是谁？老沈呐，关键时刻还得看咱们老大呀。这小娘们怎么弄？先杀了还是怎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女儿会打洞，留不得。有道理，那就交给你了。不要啊！我什么坏事也没干。那姑父和牧羊哥就做了坏事吗？蒙面女子幽冷出声，话落的同时揭开了脸上的面纱。沈雨逸，竟然是他的庶妹沈雨逸。怎么还没解决？公子，救救我！赶紧的。哦，知道了。
沈羽翼会意，手中4枚飞镖齐齐出动。沈洛谦连吐好几口血，瞪大眼，慢慢地感受着生命的流逝。这样的死状与当初沈大娘的儿子牧羊如出一辙。沈文宗卯足全身的力气，朝着山崖下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穆幽月同样飞身跳下了山崖，跑得真快呀！叶玄锦纵身一跃，也跟着跳下山崖。清理一下场地，我们去山崖下见老大。卓涛指挥剩下的人，赤雀山的门徒们开始用化骨水清理沈家弟子们的尸身。待到清理的差不多了后，门徒们全部消失。我们走。卓涛骑叔沈大娘以及沈羽翼正准备去山崖下时，面前乌泱泱跑过来一群官兵。就是他们入殿了。是雪山，天哪，他们果然是土匪啊！客栈的火肯定是他们放的。怎么办呢？这是老大的父亲和大哥。老沈，你气势最足，你说怎么办啊？气势再足也得分人呢。你敢打老大的亲爹和大哥吗？再说了，打不打得过还不一定呢。赤血山狂徒为非作歹，全部押去京城大理寺。不错嘛，挺厉害的。不厉害怎么配得上赤血山老大？现在杀还是缓缓？带回去给沈大娘杀。最后两人废了沈文宗的武功，又折断他的腿骨，将他带走。老大，刚才你爹和大哥来过了，把齐叔他们都抓走了，说是要去大理寺审问了。我去，差点把老爹给忘了。他们现在一定回京了，我们必须得比他们先赶回去。要不然的话，不就穿帮了吗？大理寺内，四少爷，今天的都整理完了，我可以回去了吧？还真是小瞧你了。那边还有几份案卷，明日继续吧。不会吧，还要来啊？正说着，禀报少卿，丞相大人来了。少卿大人，丞相大人有何吩咐？本官路过灵州时，遇到赤血山狂徒，怀疑他们涉嫌当街纵火伤人，便将人扣押了下来，准备移交给大理寺审问。赤血山狂徒？不错，人都在外面审讯堂了。门外，今日记录案情的人告假了，小叶，你来做记录。哦，好的。我就说陆岩这孩子出息了。你可闭嘴吧，话都被你一个人说完了。纵火时辰是什么时候啊？快到未时的时候。这几个土匪是昨天夜里来住店的，今天未时就纵火了。纵火后，2楼的其他客人都逃了出来，还有一些客人都受了伤，但只有他们跑了。你确定就他们跑了吗？还有一对年轻的男女。不是还有一对妇女吗？店小二想想，好像确有这么回事儿，但转念，不对啊！下午我和丞相大人他们赶到的时候，你们几个土匪还刚刚杀过人，地上全是血。我猜你们一定把尸体扔到山崖下去了。我们闻讯赶到山崖边的时候，只见到他们4个人正在清理地面的血迹。那也就是没有亲眼目睹他们杀人了。此事光凭你一人之词，不能轻易断论，本官得派人去细查。这4个人先押入大牢，择日再审。那什么，我带他们去。大牢内，陆岩呐，你快去找老大救救我们呐！客栈的火又不是我们放的，是沈文宗。你放心吧，我现在就回去找悠悠。对了，你混得可以啊，老鼠变成猫，都跑来大理寺当差了。说来话长，我也是被逼的。先委屈你们一会儿，我先去找老大，也不知道他回来没有。景王殿下，穆少卿不必多礼，本王前来是有一事相告。叶玄锦一本正经的道：本王奉命捉拿天瑶国奸细，将其捕获，经过审问后，得知此人恶意在灵州客栈纵火，便将人带来了。对，这个人在我们客栈住了好几天了，
没想到是天妖国奸细啊！而后又是一脸好奇。那赤血山那几个人是干嘛的？我刚刚问过他们了，他们说是来京城游玩的，半路见到景王抓奸细，就顺手帮忙了。这个奸细带了很多高手来，赤血山那几个人是帮忙对付的，只是当时景王去抓这个主谋了，所以他们才背了锅。而且他们刚才在审讯堂没坦白这件事情，就是怕打草惊蛇。穆少卿先回去吧，这里交给本王。穆家，爹，你回来了。是啊，这2天在家还好吧？听说你被皇上关进天牢里了，怎么样？没出什么事吧？没有，其实就是一场误会而已。你们这2天在家干嘛呢？我们能干嘛？等你回来呗。你就不能找点正经事做？甜甜现在都立功封了个郡主，就差你了。我那是不想。二哥，你知道赤血山吗？瞧不起谁呢？今日大理寺来了一帮赤血山狂徒，他们和我想象中的倒是很不一样。赤血山的土匪就是被那些江湖传闻给害了，传闻呐都不可信。二哥说的有道理。兄弟俩对视一眼，看破不说破。来，恭喜老沈小沈大仇得报。谢谢大家。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报仇啊？你七叔的仇还没报呢，小陆岩，你先排队吧。没错，七叔报完仇，接下来就该轮到我了。陆岩，你再往后排排。对了，老大，在灵州的时候，我给你爹算了一卦呢。你想不想知道你爹的卦象啊？什么卦呀？从卦象上看呢，你很快就有后娘了，你爹很快就要和老情人复合了。我爹的老情人？怎么，他爹还有前女友吗？没听他提起过呀。胡咧咧什么呢？没我，卦象就是这么说的。穆幽月莫名就想到了那座空坟，以及玄灵术并未查探到他娘亲已转世。莫非……你们接下来有什么安排？还没有好好逛过京城呢，再多玩几天吧。行，那我陪你们转转。你要说咱们那么多属下，怎么偏偏青兰那么好命呢？能天天跟着老大。什么时候你的轻功赶得上李婶了，你也可以天天跟着老大。去，你们一个个都瞧不起我。翌日，哎呀妈呀，可想死我了！宣坤人呢？我这几天不在，他不会去太后那里告状了吧？哎呀，他才不傻呢，好不容易偷2日空闲，被窝里偷着乐都来不及呢，哪能去告状啊？说罢又接着道：他不是又要当新郎官了吗？这几天忙着娶媳妇的事情呢。哎，你说这小子看起来傻不愣登的，偏偏艳福还不浅，光新郎官都当2回了，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天妖国国君不是马上要进京求娶你了吗？你也快了，别羡慕人家。哎呦我去，可拉倒吧，他也配娶胖爷爷？两人正说着，宣坤愁眉苦脸地走了过来。师傅，不是要当新郎官了吗？怎么一脸不高兴的？别提了，母后也不知道发什么疯，明知道黎香是骗我的，竟然还不让我退婚，气死了。哎，师傅，你那儿有没有速成的武功？赶紧教我2招啊！哟，你这是想逃婚，顺带着仗剑走天涯了？死一边去！听说黎香会武功，所以我得比他更厉害啊，要不然那以后还不得翻天了？有志气，今天就教你一招速成的。一整天时间下来，穆幽月连午时都没去找叶玄锦。宣坤在穆幽月的魔鬼式训练下，还真一口气学了2招。继续练，这招对付一个黎香不成问题。我先走了。你来啦？你可真忙啊！拿钱办事嘛。就宣坤那个猪脑子，你确定你教得会？说什么呢？人家今天好歹学了2招了。陪我一起用晚膳。好。我本来想再探一次李府的，后来仔细想想，没什么意义。叶玄锦明白他在想什么。甜甜，你母亲
大约是真的不在了。叶玄锦，你的父母呢？不知道，没见过。他连自己究竟是谁都不知道，包括叶玄锦这个名字都是那个鬼玩意儿给的。天天，我只有你。穆幽月一脸心疼地凝着他。早知道天天会这么心疼我，我就早点说了。叶玄锦，穆幽月还是抱着他。可此时叶玄锦的心口却隐隐作痛起来。叶玄锦第一时间便联想到了鬼玩意儿说的锥心之痛。已经开始了吗？叶玄锦低下头，一吻落在了他的唇上。喝喜酒，我可去你娘的吧！爹，淡定，淡定。反正我不去，等他家什么时候办丧事了，我肯定第一个去，让我帮忙抬棺都行。晦气的玩意儿，我拿去厨房烧了。去凑凑热闹。正有此意。爹，怎么回事啊？李启安眼看着都快到50了。传太后娘娘懿旨，李府嫡女黎香，身为深闺女子，举止不加检点，设计诓骗坤王，罪孽深重。但看在黎家一门忠烈，念及旧情，故从轻处罚，解除2家婚约。从此，宣坤黎香，男婚女嫁，2不相干。原来在这儿等着呢。魏太后欺人太甚，坤王玷污了我家香香，是我亲眼所见，怎么就变成我们家香香举止不检点了？我们香香才是受害者。我现在就去把宣坤绑来，按着他的头，也要和我们香香拜堂成亲。站住！父亲，这简直是奇耻大辱，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大哥，不要冲动，不是你的女儿，你当然不冲动。够了！诸位，今日这婚事因为一些误会是办不成了，但酒宴都已经备好，不如就改为园林的接风宴，请各位赏个脸吧。退婚？不可能，不可能的！是真的，坤王府的迎亲队伍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来的只有太后的懿旨。太后这是存心逼死我呀！大婚之日被退婚，以后我还如何在这京城生活？经过这么一闹，黎香算是废了。马上去把嫁衣换掉，马上！爷爷，你快去找太后啊！那天宣坤根本没碰我，我还是清白的，他怎么能这样污蔑我呢？不过就是退婚罢了，我们黎家从来不会委曲求全。今日你要么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咽下这口气，要么现在就去死，我绝不拦你。那我就去死好了，反正也没颜面活在这世上了。香香，你冷静点。你现在死了有什么用？反而更加坐视传闻，不过是退婚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知道了，一定是宣坤变心了。我前2日见过宣坤，他无意提过一嘴，说他正跟着赤血山的头领九幽练功，他一定是爱上九幽了。你说谁？九幽？没错。黎瑞贤眼底扬起不可思议的笑意。九幽，他花了那么多人力都找不到的人，竟然就在京城，有意思。你好好安慰他。是，妾身知道了。大小姐这次还是找错了人啊。姨娘，那日你不是去找景王殿下了吗？怎么最后就变成了坤王？如若今日是景王殿下迎娶你，魏太后哪里敢如此嚣张？你呀，还是押错宝了。范云楼，魏太后这回倒是做了件好事。
木匠真是后悔死了，早知道就去喝喜酒了。毕竟在他看来，这顿喜酒和办丧事也没啥区别。舒言和锦玉呢？他俩来不来？叫了，他俩应该也快到了。好，我去看看他们是不是到了。景王，今天真不好意思啊，得让你破费了。都是自己人，无需客气。作为东道主，悠悠太忙了，本王既然闲着，自然要好好招待你们的。怎么了？没什么，看到景王了。哎爹，你说景王在灵州的时候救了你，你岂不是还欠他个人情？人情啊，最难还了。若不如就趁今日，咱们请他吃顿饭，就当抵消了人情吧。这不太好吧？一顿饭就还了救命之恩，是不是太廉价了一些？心意到了就行呗。穆幽月一手托着下巴，心想玩还是二哥会玩。丞相大人，拜见丞相大人。不必多礼，那日误会了你们，还没和你们正式道歉，实在对不住了。丞相大人客气了，有误会咱们说清楚就好，不会往心里去的。来，快坐，大家都快坐。叶玄锦自然而然地在穆幽月的身边坐下。哦，对了，你们几个怎么聚在一起啊？那日他们帮了本王的忙，本王今日也是特意要宴请他们道谢的。这倒是应该的。坐下没多久，这么热闹啊！各位好，沈巍将军今日不来吗？他忙死了，去西郊营地练兵去了。沈巍将军刚回京，的确事务繁忙，挺不容易的。木匠这段时间越发说的叶玄锦话变得中听起来。少卿大人，我们要在京城游玩一段时间，不过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惹事的。外界都把我们赤血山传的人不人鬼不鬼，其实我们哪里会动不动就杀人，那不成杀人狂魔了吗？好说。一旁叶玄锦无意才发现自己手腕上的红绳刚刚露了出来，下意识地瞟了眼木匠，也不知道有没有被他看见。未来岳父这边还得继续下点功夫才行。大家下午要不要去茶话会啊？我就不去了，你们年轻人好好去陶冶一下，我去楼下结账，你们慢慢玩。木匠走了。二少，茶话会这种地方，我这种大老粗欣赏不来，要不就蹴鞠去吧，这个还行。别看我年纪大了，年轻的时候可是蹴鞠第一高手啊！悬死你了，又是宣朝第一神算子，又是蹴鞠第一高手，你能不能谦虚点儿？我说的是实话。到了酒楼外，就是你看到的那样。爹知道吗？你觉得呢？看来是不知道了。宫里，你说什么？退婚了？该死！黎香这个贱人，自己没坐上坤王妃之位也就罢了，害得我丢了坤王妃之位。此时此刻，他只恨当初没有听爹娘的话。在这待了这么久，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奴婢丽秀。丽秀是个好名字，我记下来了。我有些头疼，先睡会儿。你去把今日我的补汤给我端来。是。不一会儿，丽秀端着补汤进门。陆妙龄发了狠似的将丽秀按在地上，捡起一块碎片狠狠割了丽秀的脖子。没多久，丽秀没了气息。叶以琛，公主早点回去歇着吧。你给我起开，别挡了本公主的路。有时想要对付一个人，给他一点希望，再来无尽的失望，不是更有意思吗？老弟你可以啊，难怪年纪轻轻混到了这个位置了。大街上，齐花花，你不是说是第一蹴鞠高手吗？怎么才踢了2个就闪了腰呢？什么叶？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夜已深，大街上人烟稀少，没有一辆泔水车从路面经过。殿下。老大！陆妙龄躲进泔水车里，离宫了。是现在抓，
还是他会回来的。那就走吧，我们去吃宵夜。真的？能不能带我一个？没问题。昆王嗜血私自出头，本将军定然不会坐视不理。沈卫将军，你放了我吧，我保证不会把慕幽月的秘密说出去的。这时不远处的城门开启，这一刻陆妙龄的心彻底沉了下去，对穆家的憎恨又多了几分。沈卫将军。穆承安淡淡的扫他一眼，懒得与之多费唇舌，一拉缰绳骑马离开。陆氏，请吧。我不回去，我今天就是死我也不回去。带走。明天见。穆幽月朝他挥挥手，叶玄锦叹息，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样的日子？临走前，穆幽月难得主动在他右脸亲了一口。再亲一口。说真的，我竟然有些期待，咱们爹知道你们俩的关系后，会是什么样子啊？会不会当场疯了？连过10日时间，京城内一片安逸的景象。老大，你快坐。你这是干什么亏心事了？哎呀，才不是！我跟你讲，我下午的时候看见那个慕容北萧了。你怎么看见的？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个慕容北萧这次是来求娶我的，我当然得先把好关喽。我下午先离开了宣柔的肉身，再把宣柔的真身打晕，趁机飘去了别馆。我和你形容一下那个慕容北萧啊，长挺高，那小模样还挺俊的，但可能是因为他一路杀上国君之位的，我感觉这个人还挺阴沉的，特别有血性。最关键的是他身上阳气好足啊，我都近不了他的身，所以啊，让我嫁给他是不可能的。我的幽灵之身可是会折在他手里的。你是真把自己闹宣柔了啊，还想着嫁人的事情呢？今天晚宴看情况行事，还不知道对方的实力，尽量不要惹事。哎，说真的，我还挺舍不得，下辈子要是能投胎当个公主就好了，这小日子舒坦的。哎，对了，太后今晚还让我表演才艺呢。又演？不过小胖说表演才艺，他莫名还有点期待，是怎么回事啊？对啊，看来是我前几次的才艺真的太能炸场子了，今晚还得来靠我带气氛。慕幽月，这段时间你可把我给害惨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比起那10年，你现在吃的苦，又算得了什么？慕幽月眸光浅浅的瞟他一眼，你等着吧。过了今夜，所有人都会知道你慕幽月身上最大的秘密，能够令人起死回生的血呀，多么吸引人呢！慕幽月快到宴场的时候，见过景王殿下。微臣先进去了，穆姑娘不必多礼。两人就这样并肩走在一起。穆姑娘今日怎么来晚了？路上遇到一些事。这样，这宫中夜晚人多物杂，穆姑娘还得多加小心才是。多谢景王殿下提醒。今日叶玄锦的席位又被安排在了丞相府旁边。听闻景王好事将近，你家那位今晚不来吗？叶玄锦一怔，幽眸露出几分不可思议。穆相已经知道他和甜甜的事情了，可是甜甜不是来了吗？估摸着是还没进门，有些害羞吧。叶玄锦懂了，传闻他好事将近，但穆相并不知道对象是他女儿啊。已经在宴场了，但碍于没有对外公布，不便透露。真的呀？大哥最近军中事务很多吗？需要操练一批精兵，组成一支1000人的精兵队伍，以备不时之需。好奇怪啊，爷以前不是最讨厌景王了吗？怎么还聊上了呢？今时不同往日，人都是会变的。仙儿国君远道而来，请入座。多谢玄黄款待。入座后，陆妙龄忽然站了起来。你给我坐下去，本公主才艺表演的时候到了，你敢抢本公主的风头？我有话说。嘿，我敬你是我嫂子，你真当我给你脸了？本公主表演才艺的时候到了，你现在是故意砸场子的吧？
说罢，宣柔站了出来，后又回头指了指陆妙龄：“不许再打断我的才艺了，别逼我扇你。”时间匆忙，本公主没有好好排练才艺，不如就给天瑶国的诸位贵客献上一段我及笄礼当晚曾惊艳天下的舞蹈吧，名叫……在场轩朝众人，我他妈有股不祥的预感。果然，下一秒，雀羽淡青舞。不许跳！公主虽然一片好心，但是公主前2日刚刚得过风寒，大病初愈，身子还未调养好，所以今日不适合跳舞。谁大病了？你才坐回去。一会儿叫我跳，一会儿不让我跳，不跳就不跳。以后你求我，我都不跳。柔儿一向性情，惯会使些小脾气，让天饶国君见笑了。不会，宣柔公主很可爱。陆妙龄几乎是不受控制的就站了起来，挺着大肚子冲到了大殿中央。昆王妃，你若身子不适，可以早些回去休息。启禀母后，妙龄偶然得知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今晚很想借着这个热闹的场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好，什么神奇的事情？说来听听。轩辕也适时附和叔叔的话。对啊，快说呀，朕也想听听。启禀皇上，启禀太后娘娘，陆妙龄刚一开口，肚子忽然传来剧痛。我的肚子好痛！愣着干什么？还不过来！太医院院判张太医以及2名擅长调理胎相的太医赶紧上前，先把他抬下去。不行啊，陆妙龄现在动不了。说完还有点不放心，往穆幽月看去，语气不太好。你不是神医吗？快过来帮忙看看呢。好的。他娘的，他也配让甜甜医治？丞相大人莫慌，且安心看场好戏吧。果然，没多久，张院判，你来看看。张院判刚才早就摸过陆妙龄的脉象了，自然已经发现了不妥，又让其他2名太医试试。怎么回事啊？你们都是庸医吗？启禀昆王殿下，昆王妃她没有怀孕啊。你胡说！我的肚子那么大，我怎么可能没怀孕？对啊，这么大的肚子，怎么可能没怀孕呢？昆王妃的确无孕，且腹中并非死胎，应该是服用了某种假孕的药物所致。不对啊，当时不是太医院的人都给昆王妃诊治过吗？服用了假孕药物而已，没什么稀奇的，有银子就能买到。我没有，我明明能感受到我肚子里孩儿的存在。穆幽月，是不是你？是不是你给我服了假孕的药？是不是你？昆王妃，我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眼看着穆幽月眸底一片清明，陆妙龄瞬间就慌了。药物啊！他除了那几个月在穆幽月的医馆里服用过，根本就没吃过其他的了。妙龄，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欺骗本王！我今天就要杀了你！住手！母后，不能放过这个陆妙龄，实在是可恨。此事太过蹊跷，昆王不要冲动，以免中了奸人的计谋。我不认同这个事情啊！这事儿我相信大家伙都看明白了。陆妙龄入王府3年多无子，肯定是为了争宠才故意假怀孕的，然后借着某一天来个借刀杀人。这样一来，她不仅成了受害者，还能除去眼中钉，一石二鸟啊！毒啊，真是歹毒啊！要不说最毒妇人心呢。住口！这里没你的事情。怎么就没我事情了？我替我昆王哥哥打抱不平，不行吗？殿下，是穆幽月给我下的假孕的药。你还记得有段时间我一直给你带补汤回来吗？那个补汤就是穆幽月医馆里面熬的，说是我们互相配合就能生子。当时昆王妃一心求子，说昆王殿下8成身体也有问题，可我听说昆王殿下府里的侍妾已经有孕，这不摆明了没问题吗？所以给昆王殿下准备的就是补身体的汤啊。说着又往宣坤看去。昆王殿下，你难道不觉得你喝完那些补汤后身体更好了吗？
宣坤一怔，回想起那些补汤，确实喝完后感觉自己更像男人了。坤王妃自己服用了假孕的药物，何苦栽赃微臣的女儿？就是，连本王都看不下去了。没错，这个真的很过分呐。说的是啊，做人怎么能这样呢？哎呀，这年头当大夫都有风险，给人治病不说，平白还要被栽赃陷害。哀家信得过妙龄的为人，何况她现在6个多月的身孕了，要是想争宠，也不可能等到这个时候。在场所有生过孩子的女人都知道，这个月份一旦小产，是要闹出人命的。哼，你搁这胡咧咧什么玩意儿呢？他都吃了假孕的药了，肚子里哪来的孩子？这不月份越大，小产起来才更惹人怜惜吗？陆妙龄在此刻忽然觉得腹部一阵的绞痛，在这剧烈的绞痛中，她感觉有液体缓缓地从裙摆下流了出来。不，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穆幽月，我要杀了你！陆妙龄爬了起来，双手按着穆幽月的双肩。穆幽月，你恨我可以，为什么要用孩子欺骗我？急什么？这只是个开始而已。话落，不等陆妙龄做出反应，他一把将人推开。你们都愣着干什么？先把他压下去，等宴会结束后再审。禁卫军没理他，反而看向叶玄锦，等待叶玄锦的指示。叶玄锦微微挑眉，看本王做什么？太后娘娘的话听不明白吗？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关于心脏处忽然有股爆裂的痛意。这时韦骁忽然跑进了大殿里，神色慌张。启禀皇上，外面。文统领究竟发生何事了？启禀皇上，陆永慧正在外面求见。没多久，一身灰色素衫的陆永慧走进了大殿里。甜甜，干得漂亮！还有更漂亮的呢。罪臣陆永慧拜见皇上。陆永慧，你竟敢炸死欺瞒朕，你好大的胆子！启禀皇上，此事说来话长。当日罪臣被关押在大理寺等候发落，可后来罪臣之女陆妙龄来了大理寺，他担心罪臣会波及到她的荣华，便逼着罪臣吃了一颗剧毒的药丸，让罪臣差点当场殒命。事后他慌乱离开，是景王殿下派了人过来，及时救了微臣。原本吧，看在坤王妃怀孕的份上，本王不想多管闲事的。现在既然没怀孕，那么这件事情就好好清算一下吧。说真的，像坤王妃这么恶毒的女子，本王还真是第一次见。陆妙龄万万没想到，她在这么绝望的时刻，亲爹还要过来踩她一脚。你为什么要害我？是你教我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也说过，陆家的存在就是为了给我一个强大的后盾。你既然没死，为什么不继续在角落里活着？为什么还要来揭发我？我都是听了你的教诲，我做错了什么？这个毒妇，死到临头毫无悔改之意！陆妙龄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然而在她往穆家席位这边冲过来时，她的眼睛、鼻孔、嘴巴、耳朵忽然渗出血来。蛇蝎美人，天饶国君，这是什么意思啊？是一种混合了各种剧毒的熏香，搭配帝王蛇的血，会让人体内产生类似于血蛇一般的东西。现在坤王妃便是中了此毒，而她体内靠的精血生存的血蛇已经成长苏醒，正在撕咬她的五脏六腑，直至人浑身血肉模糊，耗尽气息而亡。陆妙龄轰的倒下，死状恐怖。来人呐，赶紧清理一下。启禀皇上，罪臣陆永慧先前贪赃不法不说，又受贿给一些商贾安排官职，罪无可恕，请皇上发落。此案不必再提流程审问了，罪臣陆永慧直接诛杀。
皇上，请饶罪臣一命吧，罪臣愿用余生时间来赎罪。不可以，你坏事做尽，叫你无方，不能活。丞相大人，我知道你恨透了我，但我当年也是为了……陆永慧还想继续说下去时，叶玄锦手中一只筷子射出，一瞬封喉。吵死了，拖下去！禁卫军们赶紧把陆永慧的尸身给拖了出去。穆幽月面无表情地坐在席位上，对陆永慧的死无动于衷，揉了揉手腕。身旁，穆相刚想和他说些什么，凑眸望了过去。这一眼，当触及到穆幽月手腕上的一根红绳时，心尖猛地一沉。想到最后，穆相头皮都跟着发麻起来。叶玄锦、甜甜，他们这事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爹，怎么了？皇上刚刚宣布今日宴会到此结束了，改日再安排宴会。哦，好的。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就和丢了魂一样？叶玄锦，你跟我出来！穆幽月轻轻的蹙眉，心里默默有股不好的预感。叶玄锦也被穆相这气势给唬到了，下意识的跟了过去。我还以为你多有能耐呢，还不是落得和我一样的下场。你还有脸说？我是把你这个逆女抚养长大，我又怎么会得罪穆家的人？穆幽月，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他的。那你来试试啊。穆幽月，那个蛇蝎美人的熏香是你给我下的吧？对啊，我下的。你真是恶毒，这不都跟你学的吗？难怪当初你明明死透了，却还能活下来。原来你根本不是人，你是鬼是不是啊？你要这么想也行，不过现在我真是一眼也不想再看见你了，该送你去投胎了。那就按爹爹曾经说的，让陆妙龄下辈子出现在他们家的膳桌上吧。红烟，我明白了，投畜生道。这个也一起带上。另一边，我喜欢甜甜，还请丞相大人成全。叶玄锦呢，宣朝第一奸臣，甜甜怎么就偏偏看上他了呢？现在连月老庙的红绳都给系上了，看样子都私定终生了。我不同意。无论如何，我不会放弃甜甜。靖王殿下，咱们宣朝漂亮年轻的姑娘多的是，您行行好，高抬贵手，放过我家甜甜行吗？我给你跪下了。丞相大人，你以为这世间还有比甜甜更好的女子吗？我只要她。爹。穆幽月找到这里的时候，只听到叶玄锦最后说的话。他走到叶玄锦的身边，握住了叶玄锦的手。我和景王在一起并不是一时兴起，我喜欢他。从前爹爹对他有诸多的误会，可是抛开那一切，宣朝现在越加盛大繁荣，叶玄锦真能如爹爹所想，只是一个奸臣吗？这件事情我不会同意的。穆相说完，绕过他们径自离开。我爹一时比较难以接受，慢慢来吧。叶玄锦微微叹息一声，俯身将穆幽月拥进怀里，一时无言。渡恶劫种下的恶果，最后还是自己来尝试一遍。等我爹想通了，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在一起了。以后所有人都会知道，你叶玄锦是我一个人的。原来你早就想独占我了，真是霸道。那不然呢？我本来就是你一个人的。这还差不多。爹，你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爹知道我和叶玄锦的事情了？不会吧？完了，这下事儿闹大了。你说咱爹今晚该不会想不开吧？